为一棵将死的枯树后，你做的第一件事，竟是用掉自己大半的生命值，提升了2个前来祭拜的武者。只因你发现这个世界每逢月末就会出现一轮血雨，被血月荧光照射过的生灵都会变得极为嗜血，他们会失去心智，相互杀戮。大荒之地中因此灭亡的村子数不胜数，而作为村里的图腾灵，只有你才能庇护村里人不被血月侵蚀。经过数次的血月洗礼，之前的神树将近枯亡，村中武者更是死伤惨重。如果没有了武者捕捉凶兽给你供奉，你将成为狗代最快的转生者。想要活下去，你需要尽快提升祭村武者的战力。正是知道这一点，你决定赌一把。如今距离血月侵袭不到12日，于是你消耗了2点生命值，对2名脆皮境武者进行了神刺。只见你头顶的一片树叶金光乍现，没入了2名武者的眉心。看到这一幕，村长内心狂喜，天哪，这是神刺！没想到我韩首先有朝一日能见到神树神刺，大家快叩拜神树大人！闻言，其余村民齐刷刷的跪在你面前，一边叩首一边观察着被神刺的2名武者。神刺结束后，你只觉身体被掏空了，现如今你只剩2点生命值了。可按照记忆碎片的说法，每次血月会出现3天，而你庇护村民所消耗的生命值每天要用掉1点，现在剩余2点根本不够用。你叹了一口气，看着2位武者，心想希望你们2人不要让本神树失望，多多供奉凶兽血肉，不然本神树就见不到下个月的太阳了。此时2名武者也从入定中清醒了过来，随即惊喜地大喊道：“神树大人赐予了我人接上品燃血术，此法可以在1炷香之内爆发出3倍的战力。”闻言，村长眼睛都直了。要知道人接上品的法门在整个大荒都不多见，他激动地大喊道：“我们祭村有救了！”此时通过神赐，你获得了2点灵性，成功入阶。你有些意外，没想到神赐还能给你带来这份收益，于是你心念一动，几根藤条开始挥舞了起来，周围的石板浑然炸裂，众人狂喜，这是神树大人苏醒了。相较于众人的狂喜，你嘴角不自觉地抽搐了几下。通过神赐获得的2点灵性，确实让你突破至1阶出境，并且拥有了藤条打击能力。虽然力道很强，但藤条攻击的范围却很小，而且持久力也很短。你只是维持了10几个呼吸间，就感到一阵力竭。想要继续维持藤条攻击能力，就需要花费生命力才行。趁着力竭的空档，你急忙在地上画了一个凶兽的图案，意思是让大家知道你需要大量凶兽血肉供奉。看到你画出的图案，一个小孩笑着说道：“阿爹，神树大人画的棕牛真丑，连我3岁时画的都不如。”闭嘴！韩大力嘴角抽搐了一下，画的确实丑，但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对了。不过有了这一出，众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来，他们猜出了你的想法。韩强对老村长说道：“村长，神树大人画的这个棕牛怕是需要大量血肉供奉了。”韩首先面色凝重，没有贸然下定论。作为村长，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决定全村上下近100人的生命。大荒之中危机重重，血月之祸虽然棘手，但其他村落的人族更加危险。今日神树苏醒和人接上品法门的消息绝不能走漏出去。要知道，一座村落要想抵御血月，就必须依赖图腾灵的庇护。图腾灵越强，村子就越安全。可图腾灵想要在短时间内变强，只有一个捷径，那就是吞噬其他村子的图腾灵。周围这么多村子，就属他们祭村最为孱弱，武者的战力也是最少的，暗中早已被其他几个村子盯上。况且燃血术这等高阶法门的消息，一旦走漏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安顿了一番后，韩首先最终决定让韩大力镇守村子，韩强带上一些人出去猎杀凶兽。接着众人再次叩拜，神树赐下燃血术这等高阶法门，我等绝不会懈怠。剩下这12日，我等会尽全力猎杀凶兽，供奉神树大人。说着，众人相继离开，而你百无聊赖地熟悉了一番情况。突然，你感受到可以通过神赐印记看到2位神赐武者的视野，这让你有些小惊喜。此时，韩大力正在巡视村子，而韩强则是带着一帮人行走在大荒古林中。走了没多久，一只剑虎突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又是这头畜生，今天真是冤家路窄啊！韩强咬着牙狠狠地说道。这只剑虎乃是1阶凶兽，半年前这只剑虎就出现在了祭村周围，连续几次血月，他对祭村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韩强眼睛里都快喷出火来。兄弟们，给我围住他！今日我必定拿下这家伙，替2牛几人报仇。随着韩强一声令下，10几个人瞬间把剑虎团团围住，不多时双方就斗作一团。韩强用骨刀狠狠地劈向剑虎，随着一阵金铁交鸣的声音响起，韩强虎口被震出了一道血痕，而剑虎也好不到哪去，他的右掌被斩出一道深深的口。吃痛下，剑虎变得暴躁无比，他开始连续对韩强发起了攻势。几个回合下来，一人一兽，竟谁也奈何不了谁。然而2人打斗的动静属实有些大，很快你就看到远处冒出一群陌生的面孔。为首的小子激动地说道：“1阶初期剑虎，正好村里那些小家伙没有凶兽精血洗礼，这不瞌睡给了个枕头吗？”说着，他带着一众手下把韩强几人团团围住。这头剑虎我张王村要了。张王村的人出现后，一股强大的压迫感油然而生。要知道，此次张王村的队伍里可是有2位脆皮境的武者，就连凶狠的剑虎见此情景也向后退了几步。张云龙，你要点脸，这只剑虎可是我祭村的猎物。看到来人，韩强眼中闪过一丝忌惮。论单体实力，韩强丝毫不输张云龙，但是祭村的整体战力却不如张王村。平日里这个张王村就没少欺负他们，死在他们手里的祭村武者就有10几个之多。现如今他们又想摘桃子。张云龙放肆地笑道：“韩强，我告诉你，这大荒之中的凶兽可是无主之物，弱肉强食，懂吗？况且你现在还没拿下剑虎。”
就算你拿下剑虎又如何？我张王村照抢不误。此话一出，季村众人皆是满脸涨红，被对方贴脸开大。韩强眼底闪过一丝杀意，但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张云龙，你莫要欺人太甚！哈哈，欺人太甚！韩强，你应该庆幸血月在即，若不是不想出现不必要的伤亡，今儿个你们全都要留在这里。闻言，韩强咬着牙大喊道：“兄弟们撤！”接着带着一众手下垂头丧气的离开。看到韩强离开的背影，张云龙带着一众小弟开始围攻剑虎，被一位脆皮一练和脆皮二练的武者围攻，剑虎逐渐落入了下风。与此同时，走了没多远的季村众人停下了脚步。原本脸色凝重的韩强嘴角勾起了一抹弧度，看到韩强的变化，不少人猜出了韩强的打算。只有队伍里的韩小壮不解地说道：“强叔，你都有神树大人赐下的高阶法门，咱们还怕了他们不成？”韩强笑着说道：“笨蛋，既然他们想摘桃子，就让他们先对付剑虎吧。那怎么行？剑虎要是被他们抢走了，咱们拿什么供奉神树大人？强叔，咱们可不能忘恩负义啊，得抓紧把剑虎抢回来。”此话一出，逗得众人哈哈大笑。这小子能出有神树，他是真供奉了。而看到这番景象的你略感欣慰，不由得调出了韩小壮的资料。这小子不错，天赋人品都没得说。下一次神赐有你一席之位。韩强的表现也很不错，武力值没得说，智商也在线，值得培养。再观察观察有没有好苗子。经过韩强的解释，韩小壮这才明白过来，他激动地说道：“村长爷爷说过，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咱们这次一定狠狠地教训张王村那帮家伙。”教训？韩强摇摇头，他眼中闪过一抹杀意，有机会一定灭了张王村。此话一出，众人都露出了狠厉之色。接着，季村众人返回了剑虎所在地。此时，张王村的人已经将剑虎斩杀，他们个个面带笑容。就在这时，张云龙脸上露出一抹嘲讽：“韩强，剑虎在此，有胆就来抢啊！”他自信韩强不敢出手，可没想到话音刚落，韩强周身血气激荡，每向前走一步，身上的气息就增强不少。短短几息时间，他身上的气势就达到了脆皮三练的地步。张云龙内心惊骇不已：韩强，你竟然隐藏修为！可仔细一看，韩强身上的气势并不像真正的脆皮三练那样凝实。张云龙心头一松：韩强，你燃烧气血，强行提升修为，我看你现在就是个伪三练。张云龙满脸得意：兄弟们跟他耗一耗，他这种状态坚持不了多久，等他气血亏空就是虚弱期，到时候咱们把季村的人全部留下。虽然被对方看出来了，但韩强丝毫不慌：伪三练斩你足矣！说着上去就给了张云龙一锤，只听轰隆一声，5000斤的气力狠狠地轰击在张云龙身上。张云龙被巨大的力道震退了数米，他一口老血喷涌而出，只是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张王村那位脆皮一练的小子倒吸一口凉气，5000斤的气力怎么可能？韩强明明是伪三练啊！他自知不敌，最终选择了卖队友。龙队长，你坚持一下，我去搬救兵。说着瞬间溜了。剩余张王村的武者一看，又有几人选择了逃走。张云龙见此情景破防了，他破口大骂：姓王的你们这群孬种，等我活着回去要你们好看！张云龙，你输了，剑虎归我们季村所有。韩强，你别得意，我们村可是有几位真正的脆皮三练的村老，等王健回去告知村长，到时候你们季村就等着陪葬吧，让我们季村陪葬，怕是你看不到那天了。说着，韩强上去一拳解决了张云龙，剩下的张王村武者也被韩强众人一一解决。很快，韩强身形一颤，燃血术的后遗症来了，此地不可久留，打扫战场，尽快撤离。说着，众人抬着剑虎朝着季村走去。韩强此行收获颇丰，不仅收获了一头异阶剑虎，还斩杀了张王村一位脆皮二练的武者和7、8名普通武者。你满意的点点头。此子有勇有谋，杀伐果断，进退有度，培养价值极高。你默默地把韩强列入了第一培养候选人中。如今你和季村众人绑在一条船上，他们供奉你，你给予他们庇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化为人形的愿望还得靠季村这些人呢。再看张王村这边，王健回去搬了救兵，可当他们一众人返回营救张云龙等人时，张云龙等人的尸体早被凶兽吃光了，地上只剩下一些血迹。一众人又愤愤不平地回到了村子。面对村老的质问，王健不敢有丝毫隐瞒：族老，我也是不得已才跑的呀。那韩强不知用了什么秘法，短时间就从脆皮二练提升到了脆皮三练的地步，他一拳就把云龙哥给废了。我要是不跑，恐怕现在你们都不知道咋回事了。你想啊，要是季村靠着那种燃烧气血的手段做大做强，咱们张王村第一个遭殃。此话一出，张王村几位村老面色凝重，一位老者眼中迸发出一股强烈的杀意：好一个季村，好一个韩强，敢杀我张王村的人，我现在就带人去灭了季村。不过很快他就被村长拦住：老二莫要冲动，你带点脑子好吧，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咱们先搞清楚季村的人究竟用的什么手段，那可是能短时间提升境界的法门啊，此等法门必须要抢过来为我们所用。闻言，几位老者眼中金光乍现。就在这时，村长把目光放在了王健身上：你小子临阵脱逃，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现在我交给你个任务，你这几天务必找出季村等人增强战力的法门。再看你这边，韩强带着剑虎满载而归。韩首先得知情况后，脸上露出止不住的笑容。要知道，今日这等战绩，他们季村好多年都未曾出现过，而这一切都是神树大人赐予燃血术的功劳。他当即宣布道：从今天开始，咱们季村将祭拜神树大人的日期改为7日1小祭，1月1大祭。说着，众人将剑虎献给了你。见此情形，你欣慰的点点头，看来自己是赌对了。不枉你冒死赐下燃血术，你伸出根筋，开始贪婪地吸收起了剑虎的血液。随着一股股精纯的血气能量汇入你的躯干，你的生命值由原来的2点增加到了12点。一炷香后，你的本体开始疯长，光秃秃的头顶长出了2个分支。看到这一幕，众人惊骇不已。此时，韩大力的小崽子指着你说道：阿爹，神树大人的头怎么尖尖的？那我问你，神树大人是男是女？此话一出，直接把小崽子的 CPU 干冒烟了。这时，你用收集来的香火孕育出了第2片法印。
第二片法液同样可以神赐3名武者，其中所蕴含的乃是地阶上品法门青木荣灵术。这种法门可以彻底消除暗疾，幸运的话可以延寿。你心头一惊，不过你很快就有了打算。接下来你开始了神赐，你把第一片法液燃血术赐予了韩小壮，第二片法液青木荣灵术则是赐给了村里的3位村老。由于他们年轻时经历各种战斗，身上早已留下暗疾，他们3人是最合适不过的。很快在你这一轮神赐的作用下，几天时间过去，季村就出现了1位淬皮3练、2位淬皮2练和4位淬皮1练的武者，整体战力提升了1个档次。季村众人感激涕零的前来祭拜，你感受着众人为你提供的香火值，满意的点点头。如今距离血月侵袭还剩8日，你仍然需要大量的凶兽血肉，于是你用藤枝再次在地上画了个宗铭。神树大人请放心，老朽这就安排。韩首先不一会儿就安排好了任务，然而正当韩大力等人准备离开时，你用藤枝拦住了他们，并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和一把剑。看着这个奇怪的图案，众人一脸懵，你有些无语，奈何你不会说话。你的意思是提醒他们，张王村的王剑在季村外，让他们多加小心。众人看着图案研究了半天也没啥结果，一个圈一把剑究竟代表了什么？最后还是韩小壮脑子好使，他一下猜出了你的想法。村长神树大人莫不是提醒咱们小心张王村吧？几天过去了，以张王村的做事风格不可能这么安静。依我看，神树大人画的那把剑应该是代表王剑。那小子不是卖队友跑了回去通风报信了吗？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回过味来了。他们的目的肯定是燃血术，弄不好王剑那小子已经在咱们村外表踩点了。几人对视一眼，皆是满脸凝重。要不是神树大人提醒，咱们这回恐怕凶多吉少。韩大力一脸怒火，说着就要带人出去抓王剑，莫要冲动。韩首先一把拦住了他，就算你杀了王剑，他们还会派人来的。此事需要从长计议，不如咱们就来个请君入瓮。一番商量后，韩强带着几名武者出去捕捉凶兽，韩大力则是带着另一个队伍出去寻找大青石稳固村子。走到半道，一名武者故意脱离队伍去林中撒尿，蹲守了3天的王剑眼睛一亮，季村这些废物还真是谨慎，这回让我逮住机会了。说着几人上去就制服了撒尿的季村武者。为了让这名武者说实话，王剑甚至用出了张王村图腾临水仙的一片花瓣，只是一个呼吸间，这名季村武者就失去了神智。说韩强燃烧气血提升修为的法门叫什么？季村武者眼中闪过一丝挣扎，但还是说出了实情。燃血术。燃血术是什么？是神树大人赐下的人阶上品法门，修炼后可以提升3倍战力。3倍战力，王剑呼吸不自觉地急促了起来。告诉我燃血术的运转法门。季村武者摇摇头，我不会啊。王剑有些失望。那我问你，你们村中除了韩强，还有谁学会了燃血术？修为怎么样？就在这时，韩大力带着一帮人赶了过来。王剑本想和韩大力掰掰手腕，可想到村老给他的任务，他带着护卫队的成员头也不回地跑。看着王剑离去的背影，韩大力脸上露出一抹笑意。咱们回村鱼儿上钩了。另一边，王剑回到村子，将燃血术的消息汇报给了村老。一时间，张王村一众高层皆是双眼放光。燃血术提升3倍战力，比一般的地阶法门都稀有。若是能将燃血术收入囊中，他们张王村可以短暂出现3位断骨境的战力，到时候横扫周边村子不在话下。几位村老越想心里越火热。王剑要是咱们村能拿下燃血术，给你记头功。王剑有些受宠若惊。既然如此，那老夫就带人走上一遭，天黑之前必定拿下张王村。一位村老瞬间打起了小主意。要知道一步快步不快，不过他的小伎俩被其他几位村老看了出来，他们争先恐后的抢着要去踏平季村，抢夺燃血术。就在这时，村长大手一挥，拦住了众人。一时间，所有人都不敢吱声了。要知道，村长可是张王村最强战力，他的一身修为早已达到了淬皮极境。若是有地阶法门的话，可一日入断骨。王叔季村就韩强一位淬皮3练。韩首先那个老东西年轻时被你重伤，如今修为大损，就他们村那点战力，咱们分分钟覆灭。闭嘴！季村战力虽然弱，但是还没到你想象的那个地步。不说别人，就韩强那小子年轻力壮，如今有燃血术的加持，你们谁有信心拿下他？要是将他放跑了，他天天盯着我们护卫队下手，到时候这个损失谁来承担？血月在即，咱们村可经不起这般折腾。况且到现在咱们都不知道季村有多少人习得了燃血术，请王叔指点。村长沉吟片刻说道：王剑，这几天你继续带人监视季村，等韩强狩猎回来，就是咱们动手的时候。此话一出，众人皆是一脸敬佩。姜还是老的辣。村长的意思是等韩强回来一锅端了。接下来几日，王剑一直蹲守在季村旁，直到第3日，韩强带着一堆凶兽满载而归。队长韩强回来了，看着韩强捕捉了那么多凶兽，王剑心头一片火热。燃血术我势在必得，说着消失在了丛林中。而韩大力几人看着王剑离去的背影，会心一笑。趁着这个空档期，村长带着韩强等人再次来祭拜。这次韩强收获颇丰，他一共猎杀了8头凶兽，最终众人决定留下4头作为村里的口粮，剩下4只高阶凶兽则是献祭给你。随着众人跪下叩拜，你的香火值水涨船高，不一会儿众人就给你提供了3.2个香火值。接下来你开始贪婪地吸收起了凶兽血肉，一时间精纯的生命能量不断汇入你的躯干，你头上的几片法液逐渐变得苍翠欲滴。4头凶兽为你提供了足7点生命值，你看着属性面板心潮澎湃，只要再孕育出1片法液，你将会突破这一阶中境，实力堪比断骨境的武者，在这个充满危机的大荒中有了一丝自保之力。不过这等实力还是不够看的，血月在即，又有张王村的人虎视眈眈，恐怕他们很快就会集结人手前来覆灭季村。想到这儿，你不敢再耽搁，果断花费2
2点香火值孕育出了第3片法液。此法液蕴含着地阶上品法门灵元断骨法，可增加身体的柔韧度，每一炼都会气力翻倍，并且有几率贯穿天地2桥。附赠3式地阶下品灵元棍法，已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神赐。这次神赐的对象是韩强、韩大力、韩守仙3人。随着3片法液没入3人的眉心，3人醍醐灌顶，融会贯通，随即3人脸上露出狂喜之色。有了此棍法，季村的战力再上一个台阶。而神赐结束后，你也顺利晋升到了1阶中境，获得了坚韧这个技能。现在你的防御力翻倍，横条攻击范围扩大至100丈。不过3人光学会灵元棍法还不足以发挥全部战力，于是你有些肉疼的消耗了3点生命值，分离出了3根藤棍赐给了3人。3人更加激动了，我季村能有今日战力，全凭神树大人。韩首先带着众人3叩9拜，多谢神树大人恩赐，我等会在血月降临前1日奉上大量凶兽血肉。一顿膜拜后，众人离开，几人收敛笑容，脸上露出了一抹凝重之色。村长王健那小子已经回去通风报信了，估计很快就会带着人前来抢夺燃血树，看来此战不可避免。听我命令，将村里的老弱病残转移到神树大人那里。咱们今晚就好好的跟张王村的人玩一玩，希望张老狗那个老东西也来，老夫必报当年那一掌之仇。现在就等张王村的人上钩了。另一边，张王村虽然实力碾压季村，但他们还是很谨慎。这次他们为了拿下季村，可谓是做足了准备。殊不知季村有你这个神树在，早已今非昔比。张王村众人一直等到后半夜才出动，只见30多人倾巢而出。张王村的村长看着众人消失在黑暗中，脸上露出一抹凝重之色。虽然张王村的战力远超季村，可不知怎么他的心中还是升起了一丝不安。他叹息道：季村啊季村，想当年季村从外边迁徙到大荒，那可是大荒数1数2的村子，村中强者无数，就连铸就武道宝体的高手都有。可惜大荒是个绝灵之地，再强大的高手也会随着岁月流逝化作黄土。后半夜正当季村众人昏昏欲睡之际，张王村的人出现了，终于来了。不过看到来人，韩首先有些失望，他冷笑道：张老狗还真是谨慎，竟然将你们3个老家伙也派了过来，3个脆皮3炼，2个脆皮2炼，5个脆皮1炼，你们压根儿就没打算让我们季村活呀！张王村的老者冷哼一声：你这个老东西还真是牙尖嘴利，不知道当年你受的掌伤好了没？给我上！随着老者一声令下，张王村的人一拥而上，霎时间和季村众人斗作一团。韩首先老当益壮，掏出藤棍狠狠的就是一棒，只见一位气血武者当场被打爆。随着战斗愈演愈烈，几个照面下来，张王村的武者死伤惨重。3位村老意识到不对劲，急忙大喊撤退，可为时已晚。就在这时，韩强犹如战神附体，堵住了他们的退路。张王村的3位村老明知不敌韩强，可还是燃烧衰败的气血和韩强拼死一战。仅仅一个照面，张王村的一位村老就被韩强一棍抽飞了。即便3人燃烧气血，也抵不住韩强的万斤之力。要不说燃血术强大呢，韩强一人就牵制住了张王村3位村老。韩大力见状也不甘示弱，他挥舞着藤棍狠狠地抽向张王村2位脆皮2炼的武者。然而正当季村战力一边倒的时候，张王村3位村老底牌尽出，竟然凭借武兵硬生生牵制住了韩强等人。所谓武兵，乃是用上好宝铁金矿打造而成，再由铭文师刻上灵文，哪怕是一位脆皮1炼的武者，也能凭借武兵和脆皮3炼的武者过上几招。大荒之中想要获得武兵，只能去中心大阵乃至城池中换取。此刻张王村拿着武兵的村老，一边和韩强缠斗，一边大喊道：王健小子，我交给你最后一个任务，将他们顺利带回去。血月将至，你们可是张王村最后的希望。闻言，王健一声不吭地带着几位武者夺路而逃。眼看着王健等人就要逃走，季村众人心中大急，可他们被张王村的3个老家伙拼命牵制住，要是让王健他们跑了，后患无穷。就在这时，一根藤蔓从地底突然刺出，王健等人就像糖葫芦一样被穿了个透心凉。见此情形，张王村3位村老彻底绝望，这就是你们季村变强的原因。而季村众人皆是满脸喜色，不愧是神树大人。就在几个老家伙分神的时候，韩强几人使出了灵元3棍，在3倍气力叠加下，3位张王村的村老就此陨落。战斗结束后，韩强等人本想覆灭了张王村，却被韩首先拦下了。虽然张王村失去了大半的脆皮境武者，但村中还剩下3、5个脆皮境，加上张老狗也是一股不弱的力量。如今血月在即，韩首先可不愿意冒这个险，万一出点岔子，那可就得不偿失了。等血月结束再找他们算账。再看张王村这边，村长张行一直等到次日中午都不见众人回来，他意识到众人可能回不来了，眼底闪过一丝悲凉。想当年他伙同其他村子把季村拉下神坛是多么威风，如今他们张王村的末日要来了，估计血月结束后就是他们张王村的死期。他不甘心，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覆灭季村的办法。召集来张王村仅剩的10几名武者后，张行对一位脆皮2炼的武者说道：王云龙，张王村以后就交给你了。村长，你这是干什么？他们回不来了吗？我这就去探探事情。回来，事情已成定局，尔等好好准备血月事宜。至于季村，我自有打算。我们村的儿郎不能就这么白白死去，我定会让季村付出代价。说着，张行来到了张王村的祠堂，只见一株巨大的水仙矗立在中间，这株水仙便是张王村的图腾灵了。水仙大人，张王村即将覆灭，此次前来，我想求取一颗神果。此话一出，水仙颤抖了几下，显得有些抗拒。水仙大人，我村昨晚30多位武者死于季村刀下。张行求取神果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凶兽覆灭季村，若不然等血月之后我村覆灭，水仙大人也难逃季村树灵的吞噬。张行的话语中带着丝丝威胁。要知道水仙有2大神奇之物，一是它的花可以产生迷幻作用，2是它的果可以洗涤武者肉身。这也是为何张王村有那么多脆皮境武者的原因。就算是凶兽吞服了果实，也能洗涤血脉。水仙有灵，他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随着一阵金光乍现，一颗神果飘入了张行手中。看着虚弱了不少的水仙大人，张行老
泪纵横，多谢水仙大人体谅，等我覆灭了季村，定会将季村树灵抓来给您吞噬。说着棒棒棒就是3个响头。做完这些事，张行独自一人来到了景村。如今季村崛起，他得拉个垫背的。当初季村被拉下神坛，落井下石的可不止他张王村一个。见到这个老牌脆皮3练，景村上下如临大敌，周围几个村子论战力斗，季村倒数第一，景村倒数第2。不过景村村长还是镇定的说道：“这不是张老哥吗？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张行也没啰嗦，他开门见山的说道：“老弟，这次我来是为了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那季村不知什么原因竟突然强大起来，我们几个村子怕是要大难临头了。”于是，在接下来几天，他联合了景村和萧村的人，准备在血月之前动手。一股巨大的危机正在悄悄酝酿。再看季村这边，韩强等人猎杀了几只异阶凶兽，为小崽子们熬制了气血汤，提升了后备力量的实力。而你也在他们的香火供养中，顺利孕育出了第4片法业。第4片法业蕴含着地阶上品法门，此法乃是一门锻造师传承，可打造2种初级武兵和1种中级武兵。这次你选择了3个不起眼的脆皮一练武者进行神刺。随着第4片法业金光乍现，3片法业没入了韩千山、韩毅、韩气3人眉心。3人在接下来的几天为季村打造了11件武兵，季村的战力再次被你拔高。看着季村在短短时间迅速崛起，韩首先感慨万分，他心头有了前往大镇寻找祖地的想法。这一想法牵出了季村的陈年旧事。韩首先依稀的记得，他们季村当时迁徙到大荒的第一站，并不是如今这么偏僻的地方，而是位于大荒最中心的富饶区域。至于为什么会迁来大荒，他就不得而知了。以往以季村的实力，韩首先根本不敢想，现在他有了足够的底气，等血月结束定会一探究竟。就在这时，韩强面色凝重的走了过来。首先叔，今天我和大力外出狩猎的时候，发现景村的景老二鬼鬼祟祟的偷窥我，你说这小子突然出现究竟是何意啊？景老二，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张老狗招来的。据我猜想，张老狗指定咽不下这口气，估计是想联合景村和萧村对付咱们。咱们季村有神树大人在，早已今非昔比，做好防范，等度过这次血月，就算他们不来，咱们也得走上一遭。另一边，张王村的张行正在和景村、萧村2位村长密谋。萧村村长听说了季村的事情，一脸不可置信，没想到有生之年咱们3个还能联手对付季村。他长叹一口气，短短半个月时间，季村竟然强到这等地步，恐怕这其中有我们疏忽的地方。张行摇摇头，如今血月将至，咱们也不必纠结此事。若想咱们的村子传承下去，季村非灭不可，要不然等血月结束就是咱们的死期。张老哥难道有办法对付季村？我是这样想的，血月头1天，我会利用水仙神果把凶兽都引到季村周围，等血月之日兽潮冲击季村时，咱们伺机而动。此话一出，另外2人皆是满脸兴奋，真是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还是张老哥英啊！就这么办，3人一拍即合。很快时间来到血月头1天，张行带着水仙神果消失在了苍茫的古林中。看着张行离去的背影，景萧2老相视一笑，张老哥这次全靠你了。张行很快就来到了古林中心地带，他喃喃道：“成与不成就看今晚子时了。”说着取出水仙神果划破果皮，霎时间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弥漫而出，随风飘散到了大荒古林的每一个角落。不多时，古林中就此起彼伏的响起了阵阵兽吼声。你在血月头1天迎来了最后一次祭拜，韩强等人为你奉上了6只凶兽，你开始贪婪的吸收起来。随着浓郁的血肉精华进入你的体内，你的生命值达到了14点，一时间你的枝干开始迅速生长，头顶长出了第5片法业和1枚道骨，你迫不及待地用掉2点香火值运养法业。第5片法业蕴含地阶上品法门蟒象炼金术，此法门可以炼金洗髓，修行后可获得一身蟒象大金。不过此法需要实力达到炼金境才可神刺，于是你便打消了神刺的念头。不过作为奖励，你消耗了5点生命值，分化出5根藤棍，奖励给了几位表现不错的季村武者。如今在你的潜心栽培下，季村武者数量达到了惊人的34人。时间流逝，大日东升西落，残阳似血。韩首先提前安排好了任务，静待血月的到来。终于在漫长的煎熬中，整个大荒陷入了一片黑暗。与此同时，大荒古林中，张行3人气血激荡，迅速地穿梭着，他们前行的方向赫然是季村，而在他们身后密密麻麻地跟着一群凶兽。3人兴奋至极，20多头异阶凶兽，几百头普通凶兽。结，这次季村死定了。景萧2老有些欣赏地看着张行，不愧是张老哥，这水仙神果果然不同凡响。听到这话，张行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他很抵触这种半路开香槟的举动。你们2个不可大意，想当年咱们引来了2阶凶兽都没能拿下季村，这一次凶兽的品质明显下降。为了以防万一，咱们3个得硬抗血月，随时应变。硬抗血月，那咱们3个岂不是会变成嗜血的畜生？等3日后血月结束，有没有命还两说呢。事已至此，就算牺牲掉咱们3人，能换来村子延续，那也值了。况且还有季村陪葬，咱们黄泉路上不孤单。说到这儿，3人脸上露出了一抹决然之色。很快3人就来到了季村附近，张行掏出水仙神果，用力抛向半空，随后3人收敛气息，隐藏了起来。而那些异阶凶兽见到水仙神果，疯了似的上前抢夺。要知道，吞噬了水仙神果，他们便可原地突破至2阶。这边的动静一时间引起了韩强和韩大力的注意。虽然距离较远，但凶兽闹出的动静属实不小。2人对视一眼，看向远方，血月还未出现，为何凶兽已经出现在了咱们季村周围？听动静还不少呢，依我看能闹出这么大动静，至少20多头凶兽。这下麻烦了，等血月出现，这么多凶兽将变得极为狂暴，哪怕是断骨境的武者也得抓下。闻言，韩大力脸上露出不解之色。以往血月降临不过30多头凶兽，其中普通凶兽就占90%，为何此次数量这么多？寻思了片刻，他突然想到，你记不记得10几年前也有一次类似的情况？一瞬间，2人异口同声地说道：“水仙神果！”张老狗这个坏东西，那一次就是他利用水仙神果引来了300多头凶兽，里边甚至有90
9头2阶凶兽。没想到这老东西又故技重施，怪不得这么多天都没啥动静，原来是憋着坏呢。韩大力气地问候了一遍张老狗，要不是那一战咱们季村损失了8成武者，咱们也不至于搬到这等贫瘠之地。大力水仙神果的威力你也清楚，此事非同小可，你去通知守仙叔我在这里盯着。韩大力深知其中利害关系，转身朝着村里跑去。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终于一轮血月挂上了天穹，血月银光洒落大地，一时间整个大荒都响起了阵阵兽吼声。然而当血月银光即将照射到季村时，你释放出了一层保护罩护住了季村，在那一瞬间你惊呼出声，血月银光竟然会吞噬生命力！就在刚刚你亲眼看到一只被血月银光照射过的棕牛体内血液在迅速流逝。与此同时，韩强这边的凶兽已经开始发起了攻击，他们一个个悍不畏死冲向韩强几人。韩强一棍扫飞几只嗜血凶兽后眉头紧皱。就在这时，韩大力赶了过来，强子守仙书那边也有不少凶兽，看来这边全靠咱们几个。两人不敢拖大，第一时间运转燃血术，瞬间将战力提升到了断骨境。他们的每一击都有万斤之力，饶是如此，那些凶兽也丝毫不惧。远处隐藏在暗处的张行3人看到韩强等人如此有爆发力，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切实感受到了燃血术的强大，明明只是脆皮3练和脆皮2练的武者，却硬生生凭借燃血术拥有了断骨境的战力。景村村长露出一抹担忧之色，他开始担心这些凶兽能不能攻破季村，眼底的猩红也越发明显，长时间暴露在血月银光之下，就算他们3人身上带着自家图腾灵赐下的神物，也有可能被血月银光入体而失去心智。别慌，张行撇了撇嘴说道，这不是还有一头抢到水仙神果的双头狼吗？等他炼化水仙神果会瞬间突破2阶，一只被血月侵蚀的2阶凶兽可比断骨1练的武者强太多，更何况他们那种燃血术有时间限制，时间一到就会进入虚弱期，届时他季村还不得全军覆没，最好是拼个2败俱伤，咱们3人捡漏起步快宰。然而他张行千算万算没算明白季村有你这个神术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韩强这边陷入了苦战，就连韩守仙那边也不容乐观。只见几只1阶中期的嗜血凶兽围住韩守仙就是一顿输出。就在韩守仙即将狗带的时候，你出手了，几根巨大的藤枝狠狠朝着几只凶兽攻去，只是一个照面，几只凶兽就被抽爆。你本想借此机会吸收他们的生命力，可他们的精血早已被血月抽干了。见此情形，你一顿暗骂。再看韩强几人这边，那只双头狼已经炼化了水仙神果，只见他的身上开始燃烧起了黑色的火焰，那种独属于2阶凶兽的气势，犹如重锤狠狠地砸在周围的普通凶兽身上，他们嗜血的眼中竟然清明了不少。张行3人顿时兴奋了起来，没想到这只双头狼还真是争气啊，居然激发了体内的一丝远古血脉，晋升为黑焰双头狼，刚突破就堪比断骨2练的武者，结真是天助我也！我看这回季村该如何应对。黑焰双头狼的出现让韩强几人压力山大，韩守先听到这边的动静急忙赶了过来，然而当他看到黑焰双头狼时，瞬间色变，天爷啊，这可是一只王兽啊！张老狗居然弄来一头王兽。首先说王兽是什么？所谓王兽是觉醒了远古血脉的凶兽，哪怕只有一丝血脉也能让它拥有王兽之姿，等同于咱们武者的先天境。图腾灵亦如此，达到2阶的图腾灵叫做运灵，堪比铸就5道宝体的武者，而图腾灵达到3阶称之为养灵，和王兽同一级别。虽然这只王兽只是幼年期，但只要它按部就班，可一路无瓶颈修炼成真正的王兽。就算它是幼年期，也堪比断骨2练的武者。咱们这回遇到天大的麻烦了。闻言，众人色变，而你也从中得知了图腾灵的境界，运灵、养灵、神变。想要化形，要等到猴年马月。你狠狠地吐槽了几句，必须得让这些家伙卷起来。本以为黑焰双头狼会直接攻击村子，可没想到他竟然对着天空一阵狼吼。随后，原本攻击季村的凶兽们乖乖地退入了古林中。韩守先一时间有点摸不着头脑，怎么回事？那头畜生怎么不进攻啊？话音刚落，一群凶兽就从林子里钻了出来，几个呼吸间就已经出现100多头凶兽，规模比之前张老狗引来的都多。张行3人见此情形也被震撼到了，不愧是王兽刚觉醒就有如此智慧。而且你们发现没有，黑焰双头狼竟然不受血月的影响，甚至能强行控制那么多嗜血凶兽。此话一出，锦霄2老皆是倒吸一口凉气。随着他嗷呜一声吼，周围被血月侵蚀过的凶兽竟然十分听话地汇集在他身旁，只是一炷香的功夫，汇集的凶兽就达到了300多头。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血月兽潮，韩强等人朝着你所在的方向跪拜，神树大人，请您助我季村度过这次血月之劫，我等定会奉上大量凶兽血肉供奉。与此同时，黑焰双头狼再次仰天长啸，他的这声狼嚎就像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所有嗜血凶兽朝着季村众人飞扑而来。季村众人施展燃血术奋力抵抗，可凶兽实在太多了，即便有燃血术的增益也毫无招架之力。见此情形，韩强只能充当救火队长。时间一长，兽潮给季村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张行3人看到这种情况也慌了。景村村长担忧地说道：“黑焰双头狼灵智明显不低，况且他还不受血月的影响，季村灭了不要紧，可这头黑焰双头狼必须死，不然季村一灭，他会吞噬季村武者变得更强，他迟早会组织兽潮攻击咱们3个村子，到时候咱们3个村子要跟着一起了。”张行也是满脸凝重，他怎么也没想到黑焰双头狼竟然会召集如此多的凶手。就在3人一脸无措之际，只见一棵巨大的神树虚影出现在季村上空，每一片树叶仿佛有着高深的法门在演化，每一颗果释放出的法相或有古佛吟唱，或有神王高坐9重天，甚至连无上帝兵横扫万界的画面都有。然而这等情景一瞬间就消失不见了。张行3人揉揉眼睛，再次看去却什么都没有。正当他们以为自己产生幻觉时，下一秒8道藤枝出现在3人的视野里，3
三人惊骇不已，这是季村的图腾灵？不可能啊！相传图腾灵只有达到运灵境才会灵智大开，拥有自主攻击意识。运灵境的图腾灵堪比铸就武道宝体的武者。就在这时，8根藤枝没入了兽巢中，只见一头一肩后期凶兽瞬间被打爆。三人看到你的攻击力，脸上露出一丝茫然，这攻击力并没有达到运灵境。季村的图腾灵有古怪，逼我看季村变强的根本在于他们的图腾灵。突然，萧村村长大喊道：“你们看季村那些小子手里拿的是不是武兵？”此话一出，瞬间吸引了另外2人的注意力。他们越观察越心惊，季村武者竟然人手一把武兵，季村绝对有大秘密。说着，3人眼底闪过一抹贪婪，接着收敛气息，继续隐藏。另一边，随着你的出手，仿佛给季村众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开始奋力抵抗。而你接过了韩强救火队长的职能后，生命力在迅速消耗。你咬着牙骂了几句，生命力没了可以让季村武者猎杀凶兽，可要是没了信徒，那还玩个毛？说着，你开始全力输出，不多时，死在你藤枝下的凶兽就有100多头，而季村武者的反扑也是相当勇猛。如今凶兽被消灭了大半，一眼望去，地上全是凶兽的尸体，可惜他们的血气早已被血月吸收殆尽。就在众人松一口气的时候，兽王黑焰双头狼动了，众人放下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然而让众人没想到的是，黑焰双头狼非但没有发动攻击，反而掉头跑了。张行3人看到黑焰双头狼这种操作，快气死了！你这畜生跑了，我们可怎么办？张老哥，你说咱们该咋办？回村收拾东西跑路，不然等血月结束，不仅季村会打上门，就连黑焰双头狼也会发起攻击的。2日后咱们一起去天王镇。季村这边趁着这个时机休整了一番。经过这次血月洗礼，韩大力顺利突破至脆皮3练，而你使用藤枝攻击，足足消耗了8点生命值，直接回到解放前。但对于你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信徒才是你活下去的根本。第2天，当一轮太阳冉冉升起时，所有人都恍如隔世。韩首先长叹一口气，血月终于消失了，不能让那头兽王再成长下去，而且张王村的账也该算一算了。另一边，张行组织村民和警校2村顺利会师，然而正当他们准备逃之夭夭的时候，黑焰双头狼突然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张行嘴角不自觉地颤抖了几下，这头畜生果然灵智不低，打不过季村就先来搞我们。突然一声冷哼声打破了僵局，来人正是韩首先众人。韩首先杀气外放，身后韩大力、韩强等人死死地盯着张行等人，一时间强大的压迫感让张行等人喘不过气。此刻他的心态彻底崩了，前有兽王黑焰双头狼，后有季村，他们插翅也难逃。反观黑焰双头狼，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兴奋，昨天有神树庇护季村，今天这些人主动找上门来，相当于他的口粮。随着一声低吼，上百头凶兽瞬间把4个村子的人团团围住。张行看着身后瑟瑟发抖的村民，咬着牙说道：“首先老弟，能否求你一件事？有屁快放！我知道我们罪有应得，但这些普通村民是无辜的，还请你放他们一条生路。”闻言，韩首先冷笑一声：“无辜？照你这么说，惨死在你们手下的季村村民就不无辜吗？少废话，跟我谈无辜，你倒是不如问问前面那头畜生愿不愿意放过你。”见韩首先如此态度，张行深吸一口气，要不这样咱们做个交易如何？只要你放过我们3个村子的村民，我们愿意交出3个村子的图腾灵。听到这话，韩首先微眯着眼睛，他不得不承认张老狗确实毒辣，就算是守护他们村子多年的图腾灵，说卖就卖，要不是有你这个神树大人庇护，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韩首先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随后3人各自交出了自己村子的图腾灵，只见一株水仙、一株青竹和一块顽石出现在韩首先面前。收了3个村子的图腾灵后，韩首先喜上眉梢，既然这样，就让普通村民走吧。闻言，张行看着自己的村民，脸上露出决然之色。张行无能再无法庇护大家，你们快走吧，记住一路向东走就是天王镇，老夫会为你们撕开一道口子。说着，3位村长朝着兽群就冲了上去。尽管3人气血衰败，但那种属于老牌脆皮3练的气势依旧强势。其余武者纷纷出手，霎时间双方厮杀在一起。不过凶兽众多，3个村子的武者短短几个回合就狗带了数人。见此情形，张行3人血气激荡，奋力战斗。终于在付出几十条命的代价下，凶兽的包围圈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快走！张行大喊一声，很快数百村民泪眼婆娑地消失在了古林中。等3个村子的村民全部离开后，张行等人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70多位武者如今只剩下10几人，而且还个个带着伤。就在这时，狡猾的黑焰双头狼朝着张行等人就冲了过去。看到这一幕，韩首先大喊道：“强子大力，给我拦住这头畜生，千万不能让他吃掉任何一个武者！”面对一头2阶兽王，韩强、韩大力不敢有丝毫懈怠，第一时间运转燃血术，朝着黑焰双头狼就是狠狠的一棒。谁知黑焰双头狼竟然一个闪身躲过了2人的攻击，被2人搅了局。黑焰双头狼愤怒的低吼着，只见他身上的黑色火焰开始剧烈的燃烧起来。一招落空后，韩强有些心惊，这头畜生还真是聪明，咱俩一人一个脑袋，给我狠狠捶他。说着，2人使出灵元棍法和黑焰双头狼斗作一团。但兽王终究是兽王，他那黑色火焰很是诡异。几个回合下来，韩强2人被那黑色火焰破了防，韩强2人也被激起了战意。一时间双方打得你来我回。另一边，张行等人看着韩强2人的战斗，眼中露出复杂的神色。2人脆皮3练的修为竟然能和2阶初期的兽王打成平手。景村村长苦笑道：“张老哥，今日咱们怕是难逃一死。”看着剩下为数不多的武者满身是伤，张行悲愤地说道：“尔等不是我的谁，你们没必要跟着我们3个老家伙一起死，想走的抓紧时间，我会为你们挡下季村这些人。”说着，3个老家伙一起冲向了韩首先，战斗一触即发，3个老家伙拼尽全力拖住了季村众人，而张王村剩下的那些武者趁着
着这个时机突破了凶兽的包围圈，迅速消失在了古林之中。经过一番战斗后，张行三人已是强弩之末，见目的已达成，张行脸上露出了一抹释然，随即停手抱拳：“首先老弟对不住了。虽然3个村子的武者跑了不少，但韩首先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大荒古林危机四伏，又有几人能逃出去？你们3人自己动手，还是让我来？”闻言，张行仰天长啸，他虽然败了，但也不愿意死在韩首先手中。两位走着，临了3人倒是多了几分洒脱，接着运转剩下不多的血气冲向了兽群，最终3人弄死一头一阶凶兽后力竭而亡。至此，张王村、景村、萧村覆灭。再看韩强、韩大力这边，双方鏖战几个回合后均有伤，但韩强2人有青木精华的辅助，不多时就生龙活虎。黑焰双头狼意识到打持久战自己肯定会吃亏，稍作思考后，他有些不甘地没入了古林之中。见此情形，韩强等人没有阻止，他们没有把握留下对方。现在这种局面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结果。季村这一战可谓是收获满满，不仅收获了17头凶兽和3个村子的图腾，甚至铲除威胁季村多年的张景霄3村。韩首先激动的老泪纵横，如今咱们季村兵强马壮，等大家修为再次突破，就打穿古林夺回祖地。第2天，季村开始了大祭，随着韩首先一声大喊，时机已到，大祭开始。护卫队给你献上了8只凶兽，其中4头普通凶兽，2头一阶初期，1头一阶中期，1头一阶后期。接着韩首先掏出了3个村子的图腾灵，经过血月的洗礼，3个图腾灵显得萎靡不振，靠近你的时候更是瑟瑟发抖。神树大人，季村村民不负所托，今日带来了3个图腾灵、8头凶兽，供奉神树大人，感谢神树大人庇护我季村。看着这次季村众人给你准备的祭品，尤其是那3个图腾灵，你不自觉地流下了口水。突然，韩大力的小崽子又跑了出来：“阿爹，你快看，神树大人尿了！”随着众人对你感恩戴德的虔诚跪拜，香火值竟然产生了暴击，一下就收获了39点，这让你喜出望外。你花费了20点酝养了2颗稻果，随着香火之力灌入2个稻果之中，原本毫无生机的稻果居然染上了一缕红霞。得知2颗稻果的信息后，你不淡定，2颗稻果都是赤级稻果，第1颗蕴含1滴退凡境精血，它的作用是洗炼肉身再造根基，而第2颗稻果则是蕴含着1两灵品头酿，5道宝体之下的武者每日1滴可提升修炼速度，铸就5道宝体的武者服用，可增加1成贯穿天地之桥的几率。2颗稻果均可神赐一次，你压下神赐的冲动，开始吸收起了3个图腾灵和8头凶兽。期间3个图腾灵试图反抗，但你的品阶高于他们，只是坚持了一会儿就化作流光被你吸收殆尽。陡然间，你的本体气息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你顺利突破至1阶上境，堪比炼金境的武者。你使出藤之一击之下，居然有5万斤的力量。奇怪的是，这次突破你的树冠竟没有多大的变化，倒是根茎开始疯长蔓延至整个季村。此刻的你可以不借助神赐印记也能看到外边的视野，并且还觉醒了一门本命神通万法领域，根茎所过之处皆为万法领域，身处于领域中的信徒可以得到加成。接下来，你把退凡境精血赐给了韩强，而猴酒则是赐给了韩小山。众人再次对你3叩9拜。至此，1月1次的大祭落下帷幕。韩强得到退凡精血后，更是第一时间开始闭关。接下来的几日，季村进入了久违的宁静中。这一日，韩强终于突破，断骨境的气息让整个季村都为之一振。韩首先更是喜出望外，感受到韩强身上的气息犹如一头王兽，韩首先不禁感叹道：“不愧是神树大人赐下的宝物，我季村出笼了。”与此同时，在那苍茫古林中的最东端，张景霄3村的3个武者衣衫褴褛地爬出了古林，看到久违的阳光，3人痛哭流涕：“死了都死了，我们彻底完了。”当日在张行的掩护下，跑掉的武者很快就跟上了大部队。虽然路上再没碰到1只凶兽，但一个更加艰巨的问题出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食物和水也消耗殆尽，而幽深的古林中除了参天大树，竟连1滴水都没有。很显然，这里就连凶兽都不愿意踏足。路上不断有村民倒下，直到第9天，武者也扛不住，出现了伤亡。为了活下去，剩下的武者不得不吃着同伴的肉，喝着同伴的血，最终走出来的只剩下他们3人。若不是心中那一股执念，他们恐怕也走不出古林。季村，我张王村今日皆拜你所赐，不行，我不能死，我要报仇。发泄完后，张王村这位脆皮2练的武者掏出仅剩的1块腐肉塞入了口中，随后3人朝着东边一步步走去，往东走越靠近大荒中心，那里是大荒人族的聚集地。终于在某一处，3人耗尽力气昏倒在了荒野中。幸运的是，他们正好被路过的武者救下。2天后，位于大荒中心外围的一处村落中，坐在高位的几个人身上散发着独属于断骨境的强横气息，他们打量着张王村3村的幸存者。你说你是张王村的人，你们还活着？活着，但就剩下我一人了。张行呢？是作画了吗？闻言，张王村那位脆皮2练的武者脸上露出一抹怨毒。村长死在了季村手中。听到季村2字，几个老家伙脸上露出了一抹不可思议。季村还在吗？韩首先那个老东西还活着吗？活着，好好的。此话一出，几个老家伙就跟见了鬼似的。想当年，季村可是大荒中心外围最强的村子，村中更是拥有炼金境的强者。可惜后来遭遇兽潮攻击，连同张景霄3村一同消失了。而桃李村当时还是个不起眼的村子，如今竟然发展到这等地步，甚至接手了4个村子的地盘。随后，张王村那位脆皮2练成为一棵将死的枯树后，已在季村的大祭中老家伙眼中闪过一丝探望。季村也能增加3倍战力的人，殊不知一场批量锻造危机正在悄悄靠近。季村当初逃掉的张景霄3村，这些信息让桃李村的众人，他们把燃血术他们来说，武林那边非但不是，一时间
引得反而是一处巨大的趋之若鹜。桃李村村长一声令下，派出了30多位强者前往祭村，其中脆皮境武者36人，断骨境的武者更是达到6人之多。另一边，祭村经过半个月的休养生息，祭村众人均有突破。时至今日，祭村拥有断骨境1位，脆皮3练2位，脆皮2练3位，脆皮1练9位，气血武者达到19位。短短半月可谓是脱胎换骨。韩首先寻回祖地的想法越发强烈，但当年祭村强盛的时候，有不少对手存在。数十年过去，谁也不清楚如今大荒中心究竟是何等格局。没有足够的实力，贸然回去恐怕要吃亏。意识到这一点，韩首先压下了心头的想法。强子交给你一个任务，拿下黑焰双头狼。接下来，韩强带着一帮人冲入了古林中，直到3日后才发现黑焰双头狼的踪迹。再见这头畜生，他已经快要突破2阶中期了。原本跟随他的80多头凶兽，如今只剩10几头，但每一只都是入阶凶兽。双方大战一触即发，最终韩强以断骨境的实力拿下了黑焰双头狼。第4日，韩强等人带着几头凶兽的尸体风尘仆仆的回来，看到黑焰双头狼的尸体，韩首先双眼放光，嘴角比 AK 都难压。他迫不及待地上前取出了一团黑色火焰，此火焰乃是黑焰双头狼的本源之火，对于锻造师和炼药师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这黑色火焰自然分配给了会锻造术的韩千山3人，剩下的凶兽简单分配了一下就开始了小技。这次小技让你成功运养了5片法叶，5片法叶分别为天阶上品真龙换血术、天阶上品火凤喜葬术、天阶上品血牙米培育术、天阶上品炼药师传承、天阶上品阵法师传承。其中血牙米的作用最大，它可以替代凶兽作为修行的资粮，并且可以大面积培育，长期服用可以改善武者的资质。看到血牙米的作用后，你也是为之一振。接下来你把法叶全部神赐了下去，而血牙米则是赐给了韩小红。得知血牙米的作用后，韩首先很是激动，有了血牙米可以说保住了祭村的基本盘，祭村日后会越来越强大。第2天，韩首先就让韩小红培育血牙米。问清楚情况后，韩首先才得知培育血牙米条件比较苛刻，首先需要普通大米浸泡在兽血中直至发芽，然后再将血芽栽植到血土中。凶兽血液等级越高，血牙米品质越好。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猎杀，这片区域的凶兽实在是难以支撑消耗，而普通大米需要到大荒中心的大阵中交换。一时间，韩首先犯了愁，打通古林之地迫在眉睫。看样子等大力这小子突破以后就该动手了。几天后，桃李村的人在大荒古林中迅速的穿行着，由于他们准备了大量水源和食物，又有张景霄3村的武者带路，桃李村众人花费了短短6日就走出了古林。祭村在哪里？指个方向。突然，祭村传来一阵轰鸣声，一股独属于断骨境的威压陡然升起。哈哈哈，老子突破了！强子，快与我一战！韩强见韩大力突破至断骨境，也有了切磋的想法。随后，韩强、韩大力来到村外的一处空地，两人二话不说便斗作一团。一时间，两人打得酣畅淋漓，其余人看得津津有味。断骨境的战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场不可多得的教练赛，只是一炷香的功夫，韩大力这位刚踏入断骨境的武者就败下阵来。他笑着说道：“强子，别得意，神树大人枝头上还挂着4枚道果，等下一次大祭接受了神果赏赐，老子定能找回场子。”嘿嘿嘿，你小子败就败了，就不能谦虚点吗？两人相视一笑。就在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了起来：“你是韩首先。”闻言，祭村众人齐刷刷地朝着声音望去，只见林间出现一群人，他们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息。不过众人的目光很快就被张景霄3人吸引了。王亮、景德还有萧然，你们村长拿命换你们走，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回来要你们的命！3人目光顿时变得无比恶毒。接着王亮对一旁的老者说道：“李前辈，你也看到了，那韩强和韩大力1个月前还只是脆皮2练，如今竟然突破至断骨境，这说明祭村肯定隐藏着天大的秘密，我别无他求。等拿下祭村，韩首先要交给我们3人处置。”此话一出，桃李村众人满脸激动，1个月时间能从脆皮2练突破至断骨境，这可不是一般的机缘能造就的。这一趟咱们没白来。看到这群不速之客，祭村众人如临大敌。李松这么多年不见，我还以为你死了。韩首先多年不见，你还止步于脆皮3练，简直是个废物。说着，李松专门释放出了属于断骨境的威压。当年接手你们4个村子的地盘，如今我桃李村已经是大荒中心外围最强大的村子之一。韩首先冷冷地瞥了一眼，说道：“李松，你不远万里来到我祭村，就是跟我说这等废话的？没看到韩首先气急败坏跪地求饶的样子，这让李松心态十分不平衡。他冷笑道：“多年不见，你还是这么会装叉。今日老夫前来只为一件事，那就是让你祭村成为我桃李村的附属村子。”话音落下，桃李村30多位武者同时释放修为。韩首先瞳孔一缩，他想过桃李村的强大，但没料到竟然强大到这等地步。单是6位断骨境的武者就不是他们能抗衡的。但让祭村作为桃李村的附属村子，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只能退回村子寻求神树大人的庇护。一时间，韩首先大脑飞速运转，随即大喝一声：“听我命令！祭村所有人退回村子！”闻言，祭村众人身形暴退。见此情形，李松并未出手阻拦，而是戏谑地看着祭村众人逃窜，那目光有种猫捉老鼠的感觉。看到桃李村的人没动静，一旁的王亮瞬间急了：“李前辈，快拦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然而李松却是毫无感情地瞥了他一眼：“丧家之犬，此地有你说话的份儿吗？来人，给我拖下去！”桃李村的武者秒懂了李松的意思，不多时，林间就传来一阵惨叫声：“桃李村，你们这群杂碎不讲信誉，居然卸磨杀驴！”话音刚落，3个脑袋就飞了出来。松叔，咱们何时动手？别急，按照那3个小子所说，祭村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倒不如看看他们有什么底牌。反正他们祭村最强者不过2个断骨1练罢了，先让韩首先蹦跶几下，老夫要让他在绝望中死去。另一边，祭村众人撤回
回了村里。韩大力焦急地询问道：“首先叔，那些桃李村的家伙怎么回事啊？好一个桃李村！那李松当年还是一个气力只有700-800斤的废物，我村中孩童都能吊打他。如今穿越古灵，恐怕是听信了张景霄那3个小子的谗言，眼馋我季村的底蕴。”闻言，韩大力快要气炸了：“王亮那小子真损啊！当日就不应该放走他们。无妨，咱们想要打通古灵，迟早要跟这些家伙对上。如今他们自己送上门来，正好抓1-2个人问一下如今大荒的格局，免得日后抓瞎。”说着，韩首先拉着众人朝着你所在的方向跪拜，首先恳求神树大人出手相助。等去了大荒中心，我等定会抢来桃李村的图腾灵供您享用。话音刚落，一股莫名的气息降临在季村等人身上，这使他们的修为瞬间暴涨了2成。几人对视一眼，脸上皆是露出惊喜之色。就在刚刚，你使出了本命神通万法领域，不过如今的万法领域只是伪先天的强度，还达不到万法接近的地步，只能对踏入领域的敌人有所束缚。得到你的领域加持，季村众人瞬间有了底气。韩强故意上前挑衅道：“桃李村的狗嘚儿有种就来村里碰一碰。”闻言，李松心中泛起了嘀咕：这季村怎么突然挑衅他们？难不成真的有什么底牌吗？想到这儿，李松对着一旁的断骨境武者说道：“青山小子带几个人去试探试探，以你断骨2练的修为，足以碾压季村。松叔放心，小季村能蹦跶多高啊？莫要轻敌这季村不简单，放心吧，松叔我定会拿下季村。”说着，青山带着一帮人就冲进了季村。可当他们踏入季村的那一刻，几人只觉一股千斤重力压在他们身上。当他们反应过来想撤退，已经为时已晚。韩强几人早已挡住了他们的退路。我季村可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儿，今天你们几人就留在这里吧。说着，韩强一棍抽飞了一位桃李村脆皮3练的武者。只是一个照面，桃李村就废掉1人。看到这一幕，韩首先急了：“强子，你下手轻点，别给打死！老夫还有事要问呢。”韩强摊了摊手：“首先叔，这可不怪我，谁知道这家伙这么不抗揍呢？这次我再找个抗揍的。”说着，韩强攻向了李青山，而韩大力则是攻向剩余几位脆皮3练的武者。有你的领域加持，他们觉得自己强得可怕。事实确实如此，只是短短几个回合，韩大力就拿下了桃李村几人。接着他迅速加入了韩强的战斗。见此情形，李松慌了，他想上前营救，但战斗只在电光火石之间就结束了。韩首先，你要是敢动他们1根毫毛，老夫定要屠你季村满。而李青山不愧是老牌断骨境选手，即便扛着数千斤的重力领域，面对韩强2人的围攻，他也只是稍落下风。李松焦急地大喊道：“青山，你再坚持片刻，老夫这就为你们出气。”说着，带着几位武者冲进了季村。可下一秒，一股重力瞬间压在几人身上，几人如同泥牛入海。李青山急忙提醒道：“松叔，季村重力有变，多加小心啊！”这一刻，李松犹豫了，按说有这种不确定因素在，他应该果断卖掉李青山的。可奈何这李青山可是村长的亲侄子，要是那么做，他没法回去交差。仔细寻思一番后，李松发现这股奇怪的重力倒是对断骨境的影响不是很大，更何况季村只有2名断骨境武者。接着他迅速做了决定，断骨境以下的武者全部留下，咱们5个断骨进去救青山。说着，5人扛着重力领域冲进了季村。韩首先还有什么手段速使出来，不然一会儿就没机会了。说罢，李松死盯着季村众人的一举一动，若是有异常，他会第一个跑路。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季村除了重力越发厚重之外，并无异常，这让他大松了一口气。既然你们季村没有其他手段，那季村的秘密我桃李村就笑纳了。说着，李松大手一挥，一只干枯的大手朝着韩首先就抓了过去。松使出黑手朝着韩首先就是一记重击，谁知下一秒几根藤枝窜出，狠狠地抽打在了李松的手臂上。只听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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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一口气抽了他32下，直到把李松的手臂抽到骨裂为止。其余4人也难逃此劫，5万斤气力的藤枝落在他们身上，4人犹如炮弹一样倒飞而出。不过几人毕竟是断骨境的武者，周身筋骨经过气血淬炼，堪比金刚。这时李松大喊一声快跑，说罢拉着另一位断骨3练的武者夺命而逃。2人最终选择了卖队友，此刻即便是亲儿子也得卖。不过剩下的3位桃李村武者就没那么幸运了，3人刚起身又挨了你一记重击，一时间3人鲜血狂喷，犹如死狗般再也没爬起来。至此，桃李村5位断骨境武者3伤2逃。李青山见此情形，直接放弃了抵抗。而季村这边看到你一出手就逆转了形势，韩老八对你的崇拜攀升到了极点。神树大人真牛掰啊！6位断骨境武者就跟打狗似的，我韩老八就是您最忠诚的狗，闭嘴就是给神树大人当狗，你也得排在后边。首先叔这4个家伙还有一口气，留着也是浪费粮食，不如咱们杀了吧，万万不可这几人留着，老夫有大用。突然，李青山腰间的一个袋子吸引了韩首先的注意力，他有些惊讶地大喊道：“天哪，这可是续命带啊！这家伙断骨2练的修为怎么会有续命带呢？想当年这东西只有炼金境的武者才配拥有，要知道这东西值3头3阶凶兽啊！”另一边，李松2人带着剩余武者一口气逃到了骨林深处。就在这时，另一位断骨3练的武者一口老血喷涌而出，接着整个人面白如纸。二哥，你没事吧？李松嘴角抽搐了一下，一把抓掉武者的上衣，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只见李老二胸腔塌陷，甚至伤到了肺腑，能撑到现在全靠断骨境修为维持着。若是脆皮境武者早就狗蛋了，不过这种伤势得抓紧寻找药师治疗。
不然断骨境的武者也扛不了多久。相比之下，李松的伤势就要轻上许多，右臂骨裂只能算是皮外伤。李松龇牙咧嘴地从须弥袋中取出2颗丹药，随后两人迅速吞下。此丹药名为生机蹬腿丸，出自大柳镇一位中品炼药师之手，对于外伤治疗效果极佳。只是短短几个呼吸间，李松露着骨头的右臂就恢复如初了。不过此丹药并不能治疗骨裂，李松的这条胳膊暂时还无法运动，一身断骨3炼的战力只能发挥60%。李老二的伤势也是如此，好在吃完丹药伤势得到了缓解，压制住伤势后，两人才回想起刚刚的战斗。二哥，刚刚那藤枝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那力道竟然超过5万斤，还有那诡异的重力变化，青山几人都折在季村了，这可让我回去如何交代？依我看，那藤枝应该是季村的图腾灵，可他们季村只有2位断骨境武者，怎么会供养出一阶上境的图腾灵呢？两人百思不得其解。要知道，咱们桃李村当年接手了4个村子的地盘，发展数十年才供养出一阶上境的图腾灵，古怪的重力变化，堪比炼金境强者的藤枝，季村肯定隐藏着天大的秘密。就在这时，韩守先带着韩强出现在众人面前，一时间桃李村的人如临大敌。韩守先，你追到这里究竟想干什么？李松要是想让你那几个后辈活命的话，你得拿东西来赎，毕竟培养4个断骨境武者和5个脆皮境还是很困难的。闻言，李松大大松了一口气，青山几人还活着，说吧，你想要什么？韩守先笑着说道：“我要的不多，脆皮3炼要5头1阶后期凶兽来换，断骨1炼的武者需要2阶初期凶兽来换，断骨2炼的武者需要2阶中期凶兽来换。这么算的话，你们桃李村需要拿出5头1阶后期凶兽，2头2阶初期和2头2阶中期凶兽。”听到这话，李松快被气炸了。饶是他已经做好了被敲竹杠的准备，但此刻他还是心在滴血。这些凶兽加起来可是他们桃李村半年的收成。此刻他心头那个恨啊，他恨自己当时就应该再谨慎一些。可面对韩守先开出的不平等条约，他不答应也得答应。对了，你有没有生机蹬腿丸？有。李松咬着牙说道。那就好，8个人我需要8颗。怎么是8个人？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我那后辈没收住力气，9人中的其中1个人当场狗带了，老夫也没办法。闻言，一旁的韩强差点笑出声，没想到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守仙叔竟然有如此腹黑的一面。最终，李松有些肉疼的给了韩守先一个刺评。韩守先希望你信守承诺。韩守先嘲讽道：“放心吧，你当老夫像你一样会卸磨杀驴啊？再说了，杀几个废物对我也没什么好处，还不如换成凶兽划算呢。记住，不要将我季村的消息走漏给大柳镇那些家伙，不然老夫可不保活。”说完，韩守先2人悠哉悠哉的走了。看着2人离去的背影，李松睚眦欲裂。这一趟让他们桃李村赔了夫人又折兵，回去该如何向村长开口呢？一旁的李老二急忙安慰道：“老三别多想，这次的事情二哥也有责任，二哥跟你一起承担。现在当务之急是先赶回村子，将情况汇报给村长，再做打算。”就这样，大荒古林中又多了一群伤心的人。为一棵将死的枯树后，以帮助季村顺利打退桃李村的人，可没想到平日里老实巴交的韩守先竟然狠狠地敲了桃李村一笔。不过韩守先意识到桃李村的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季村的消息会在不久后暴露出去，届时大荒中心那些强大村镇肯定会眼馋季村的底蕴。于是韩守先决定带人打通古灵通道，去大荒中心猎取凶兽兑换资源。再一个是寻找失散多年的八叔，据说当年季村遭难的时候，炼金境的八叔正好坐镇季村开在大阵中的商铺逃过一劫。这么多年过去，韩守先也不知道这位八叔是否还活着。若是他还活着的话，现在想必已经是幻血境的强者了。不过此次出行时间定会很长，距离下次血月还剩11、2天，弄不好他们走到半路就会遭到血月侵袭。于是韩守先安排好一切后，独自一人来到你面前：“神树大人在上，首先给您叩头了，感谢神树大人这些年庇护我季村。”闻言，你伸出藤枝将他扶起，还人性化的拍了拍他的肩膀，这让韩守先有些受宠若惊。村中长辈果然所言非虚，我季村神树大人当年至少是运灵境。听到这话，你撇了撇嘴：“小了格局，小了啊，小老头，你根本不知道你家神树大人的跟脚有多逆天。夜运道法果生神藏，运灵境的灵族有这能耐。不过你的修为还未达到运灵境，无法以灵传讯，你只能听着韩守先一个劲儿的在你面前叨叨了半天，他才说出了自己的目的。他想向你要一种能够抵抗血月的方法。你消耗3点生命力，酝养出了一片灵液给了韩守先。第2日天刚蒙蒙亮，韩守先就带着10余人离开了季村。走了没多远，就看到前方陆续出现一具干尸。仔细一看，原来是张景萧3村的村民。见此情形，就算是见过很多血腥场面的季村人，也被吓得满脸苍白。与此同时，位于大荒中心外围的桃李村传出几声咆哮：“老二、老三，你们太让老夫失望了！”此刻，李松和李老二低着头，正接受着众人的批判。真是个没用的废物！去的时候32人，回来的时候23人，你们2个怎么不死在季村？桃李村村长气得直打颤。良久后，他才冷静下来，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季村有古怪。李松把他们在季村的遭遇事无巨细地说了一遍。一时间，桃李村众人表情很精彩。大哥韩守先让咱们拿凶兽换青山他们，你说换不换？换是肯定要换的，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青山他们死了。我意思是，咱们村的2阶凶兽也没多少，就这么老老实实的换了。要不咱们通知柳家吧？蠢货！
韩守先敲竹杠，这说明青山在他们眼里还不如一头凶兽值钱。要是特喵的通知了柳家，咱们不仅捞不着半点好处，就连青山他们也得搭进去。先把人救回来再说。你们两个家伙这次办事不利，先去镇子把伤养好了，等伤好了给老夫滚出去猎杀凶兽。什么时候把缺口补齐了，什么时候再滚回来。二人自知理亏，没再多言。两人走后，村长开始盘算起了凶兽。咱们村中现在还有几头凶兽？韦村长现有一阶凶兽12头，2阶凶兽2头，不够，根本不够。护卫队听令，继续出去猎杀凶兽。交代完事情后，桃李村村长看向了李老六、老二、老三重伤，青山几人折在那里，我不放心。你去监视一下古灵通道，必有情况及时向我汇报，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几天后，季村众人也顺利来到了大荒中心。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天王镇。为了季村更快的发展，韩守先这次带了20多把武兵，外加数十滴青木精华。好在有抢来的须弥带，韩守先把大荒中心的格局给众人讲了一遍。随后众人朝着天王镇迅速的走去，一路上他们隐藏身形，尽量避免与凶兽和其他村子的武者碰面。殊不知暗处有一双眼睛早已盯上了他们。又走了几天，季村众人终于来到了天王镇。这里人来人往，全是武者，而且普通武者都很少见。在这里当真是气血不如狗，脆皮满地走。看到韩守先众人一副生面孔，守门的王家守卫拦住了季村众人。几个人啊？10个，每人需要缴纳1头普通凶兽才能进镇。闻言，周围的人投来同情的目光。这些外来的可怜虫又要被王家宰了。而韩大力也是暴脾气上来了，凭什么他们不要就要我们的？说着，他释放出了断骨境武者的威压。谁知守门的普通武者非但没有一丝惧意，反而投来一个嚣张的眼神。凭什么？就凭小爷姓王，就凭这天王镇是王家的，交不起就赶紧滚蛋！我天王镇可不欢迎穷鬼。忘了提醒你了，我三爷可是炼精境强者，要是你敢动我一根毫毛，你们几个穷鬼怕是走不出这天王镇。更新了，超鬼神术又更新了。经过几日的奔波，韩守先第一次带着季村众人来到了天王镇。不料刚要进镇就被王家守卫刁难，他要求季村众人交出10头普通凶兽才可进镇。韩大力气不过，瞬间释放出了断骨境的气息。可王家守卫非但没有一丝惧意，反而嚣张地说道：“交不起就赶紧滚蛋！我们天王镇可不欢迎你们这些穷鬼。忘了告诉你了，我三爷可是炼精境的强者，你要是不想活的话，就动我一下试试。”韩大力正要当场解决了这小子，却被韩守先拦下了。最终，韩守先用1头1阶凶兽摆平了此事。季村众人也顺利进了天王镇。那小子真是个狗东西，我咽不下这口气。韩守先瞪了韩大力一眼：“你这脾气可得改改了，别忘了这次咱们来的目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先把正事办了。等咱们走的时候，你愿意怎么做，老夫不管你。”真的？韩大力喜上眉梢，当然是真的。到时候手脚干净些。与此同时，你通过韩守先的神赐印记观察着外边的世界，突然你感觉到天王镇西北角有一道让你非常渴望的气息。通过韩守先几人的对话，你得知那里坐落着天王镇的霸主王家。不出意外的话，那股让你趋之若鹜的气息应该是王家的图腾力。你内心一片火热，信徒们抓紧时间给本神树大人卷起来。另一边，韩守先把众人安排到一家酒楼，就独自离开。虽然酒楼看着很是简陋，但对于韩强等人不亚于5星级酒店。几人一阵狼吞虎咽后，店家结账，韩强给韩大力使了个眼色，韩大力将一把武兵拿出来当做饭钱。店家看到武兵后，顿时变得喜笑颜开。几位当真要拿这把武兵抵账？怎么不够吗？当然够了，不仅够，还有余啊！我看各位生面孔，想必是来天王镇换取物资的吧？我再送各位几壶酒。见店家如此爽快，韩小红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试探性的问道：“不知店家这武兵能兑换几壶酒啊？”闻言，店家有些古怪的看了众人几眼，那眼光好似在看白痴一样。武兵换酒阁下是在开玩笑吧？韩小红心头咯噔一下，心想这武兵莫非在这大荒中心也很珍贵不成？不过他淡定的说道：“我想用武兵和你换取一些大米，怎么样？”听到这话，店家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心人好啊，心人好骗。既然这样的话，一件武兵换10斤大米如何？此话一出，周围的人看不下去了。一个断骨境武者上前打断了众人的对话：“店家你也太黑心了吧！市面上1头普通凶兽就可以换取100斤大米，这把武兵虽然是个半成品，但至少也能换取2头普通凶兽。”说罢，拉着众人就出了酒楼。几位兄弟，我乃许三，家住镇外许家村，我村中也存有不少大米，你们若是不嫌弃的话，我愿意用200斤大米换一件武兵，如何？季村众人一边大骂店家，一边狂喜。那咱们怎么交易啊？这样吧，各位兄弟可以去我许家村，咱们验货交换如何？抱歉了，许兄弟，我们还得在天王镇待几天才能去。既然这样，我给各位当个向导如何？季村众人看许三也没什么恶意，就同意了。于是，在许三的带领下，只是一炷香的功夫，季村众人就换到了不少物资。一路上，许三看着季村众人兑换的物资都是打造武兵和炼药的材料，他断定季村这帮人肯定有炼器师和炼药师，于是便有了结交的打算。哥几个不如去我们许家铺子看一看。谁知当他们来到许家铺子，正好碰到了韩守先。此刻韩守先正在和一位美妇相谈甚欢，韩大力顿时想歪了，怪不得把我们丢下，难不成守先树要铁树开花了？韩守先也看到了众人，老夫正要去找你们呢，你们几个鼻子还真灵。韩大力有些调侃地说道。大力见过伯母。闻言，韩守先一头黑线，臭小子想什么呢？这是你小姑，快叫小姑。经过韩守先的一番解释，众人才得知八叔原本有2儿1女，当初季村出事的时候，大儿子和二儿子战死受潮，而当时刚满月的韩大力就是大儿子的子嗣。后来八叔的女儿韩仙月嫁入了许家，生下了许三。八叔为了给许三洗礼，去猎杀3阶凶兽，受了重伤，没几年就原地作画了。至此，韩大力认下了自己的小姑韩仙月。再看季村这边，桃李村众人
准备好凶兽已经来到了季村，韩先德和韩先明早已等候多时，两位凶兽已到，老夫的族人在哪？韩先明瞥了一眼地上的8只凶兽，满意的点点头，带人上来。很快半死不活的李青山等人就被抬了过来。见此情景，桃李村众人不淡定，你们两个老东西，李松不是给了你们8颗生鸡蹬腿丸吗？为何我族人这般模样？闻言，韩先德气不打一处来，生鸡蹬腿丸那是治疗外伤的，要不是老夫稀释了2滴青木精华给他们喂下，不然他们早死囚了。为一棵将死的枯树后，你第一次通过韩首先的神赐印记看到了外边的世界，同时也感受到了王家图腾灵的强大，快速成长的火苗在你心中剧烈的燃烧着。此刻桃李村的人已经准备好凶兽来季村换人。当看到李青山等人奄奄一息的样子，桃李村的村老顿时不愿意。季村你欺人太甚，等我回去定要禀明村长讨回公道。韩先的摊了摊手，毫不在意，少避避。再废话，这几个废狗很快就会变成死狗。闻言，桃李村的武者牙眦欲裂，正要开口，却被村老拦下了。他深吸一口气，压下了心头的怒火，抱拳道：凶兽在这儿有劳到有了，人在这儿自己领。接着桃李村的人留下了凶兽尸体，抬着李青山几人迅速消失在了古林中。而接下来的几天，季村众人则是用凶兽血灌溉出了一片血田，为种植血芽米做好了准备。等韩首先几人回来后，就会开启小计。另一边，韩大力顺利认亲后，双方关系快速升温。韩先月准备将铺子物归原主，但却被韩首先拦住了。月妹子使不得，咱们季村作为娘家人，这间铺子就当做你的嫁妆吧。韩先月也不矫情，随后邀请韩首先几人去许家村走一遭。韩首先也有此想法。一番商议后，众人关上铺子，准备前往许家村。就在这时，韩大力眼中闪过一丝杀意。首先叔，我去就来。韩首先一眼就看出了他想干啥，他安顿道：早去早回，切记做得干净些。放心吧。说着，韩大力带着韩强和许三消失在了夜色中，由许三这位熟悉地形的断骨强者带路。三人很快就来到一处小院，里边正是住着之前敲诈他们的王家小子。许三小声说道：表哥，那个小子叫王明，修行天赋极差，但有一个练精进的爷爷，平日里他借着这层关系，在镇子里没少干敲诈勒索和强抢民女的事情。闻言，韩大力冷笑一声：照你这么说，今晚咱们算是为民除害了。俗话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但我韩大力可不是君子，我报仇从不隔夜。说着，三人直接翻墙进了院子。一进院子，三人就发现院中有2位脆皮境的护卫，没等他们喊出声，就被韩强瞬间捏碎了脖子。随后几人破门而入，不多时屋中就传来惨叫声，三人手脚相当麻利，几个呼吸间，他们就若无其事地出现在了街巷中。韩大力看了一眼面色忧虑的许三，拍了拍他说道：表弟要武道一途激流勇进，束手束脚，只能自负双手。听到这话，许三闪过一丝羞愧，他一个断骨2练的武者，竟然不如断骨1练的心境高，怪不得他迟迟突破不了断骨3练。再看桃李村这边，大堂中弥漫着悲伤的气息。经过数日的赶路，李青山8人终于被送回了村中，但一路颠簸，4个脆皮3练的武者最终没能撑住狗带了，加上之前狗带的一位脆皮境武者。此刻桃李村大堂中摆放着5具尸体，5人皮包骨头像极了风干的腊肉，大堂中几人眼眶血红，这几人正是这5具尸体的直系亲属。几人满身杀气，死死地盯着村长。终于有人忍不住嘶声大喊道：求村长为我儿主持公道。此言一出，彻底点燃了桃李村所有人的怒火。原本还有所犹豫的桃李村村长眼神也变得坚定下来。诸位冤有头债有主，我等定要让季村血债血偿，不过你们要听我命令，切不可擅自行动，违者莫怪村规无情，待老夫和几位村老商议后再行通知，尔等散了吧。各位放心，季村就在古林的那一头，跑不了。闻言，众人虽有不甘，但还是听话的退下。剩下的一众高层开始商量起了对策。大哥，依我看，季村最强者也不过2位断骨境，他们最大的依仗就是那堪比炼精境的藤枝公鸡，咱们若想攻击季村，必须绕开藤枝公鸡才行。另一位村老点点头，据我从青山那里得来的情报，那藤枝足有4道之多，若是1条藤枝，咱们用些手段还能匹敌，可4条堪比炼精境的藤枝便不是咱们桃李村可匹敌的。这等战力，就算放在大荒中心外围也堪称无敌，除非大阵出手。村长寻思了片刻，缓缓说道：就是不知道那藤枝是不是他们的图腾灵，要是图腾灵的话就好办了。地阶上境的图腾灵是无法移动的，咱们只需派人在古林旁守株待兔，届时季村来一个杀一个。问题谁去试探呢？经过众人七嘴八舌的商量，最终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新晋断骨3练的村老。此人嘴角抽搐了一下，自知无法拒绝，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见状，其余人暗自松了一口气，生怕村长抽风点到自己，毕竟生死之间总是人之常情的事情。另一边，天王镇中的王家发现了死在被窝里的王明，一时间整个天王镇瞬间炸锅了。更新了超鬼神术又更新了，此刻王家也发现了死在被窝里的王明，随后迅速封锁了天王镇。可惜凶手早已逃到了许家村，季村众人的到来受到了许家村的热烈欢迎。韩先月的老汉就是这位许家村的村长，名为许阳。经过短暂的接触，韩首先感觉许家村这些人不错，于是便有了和许家村合作的意思。许阳眼前一亮，首先大哥不知是哪种合作，我村中有擅长锻造武兵的小辈，我想让你们帮忙售卖，利润的话3、7分。说罢，韩首先从须弥袋中取出了余下11件武兵和几滴青木精华。见此情形，许阳满脸羡慕，心想这季村不愧是老牌村子，居然连须弥袋这等稀罕之物都有。突然，众人被青木精华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吸引了。许阳好奇地问道：首先大哥，这是何物啊？此物名为青木精华，也是此次合作的物品之一。至于效果的话，大力给大家展示一下。闻言，韩大力二话不说，朝着自己胸口就是狠狠一掌。只见他一口老血喷涌而出，随即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煞白。这一击显然受了内伤。韩大力这番操作顿时吓坏了众人，这小子真狠，对自己都下这么重的手，打女人肯定是一把好手。
韩守先嘴角抽搐了一下，臭小子还不快服下青木精华！大家莫慌。说着，韩大力当着众人的面服下一滴青木精华，只是几个呼吸间，原本苍白的脸色就变得红润起来，就连气息也变得悠长。看到这一幕，许阳狠狠地吞了一口唾沫。小姑父放心，这青木精华可以治疗幻血境之下的所有伤势，甚至可以清除武者体内的暗伤。清除暗伤竟然有如此逆天的功能！韩大力笑了笑，不知这青木精华小姑父愿意出价多少？这么牛掰的东西，怎么也得一头二阶后期凶兽才能对等吧？闻言，韩首先几人对视了一眼，脸上露出吃惊之色。一头二阶后期凶兽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心理预期。韩首先当众拍板：“可以的，老弟，这些青木精华和武兵就交给你了，价格的话你定就行，咱们3-7分。”许阳心头很是激动，但他许家村只是代手，3-7分让他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最终和韩首先定了个2-8分。首先大哥，我村中还有不少凶兽尸体，不知可否兑换一些青木精华？自然可以，你许家村若要兑换，1把武兵兑换1头1阶初期凶兽，青木精华兑换1头2阶初期凶兽。听到这话，许阳没有半点犹豫，他大手一挥，不多时7头2阶凶兽、11头1阶凶兽就被抬了上来。就这样，剩余的武兵全部被许家村拿下，青木精华被换走16滴。一番交易后，双方都是颇为满意，加上之前在天王镇的交易，季村此行收获了13头2阶凶兽、23头1阶凶兽。不过他们出村多日，如今距离血月侵袭只剩3天，应许阳邀请，众人决定留在许家村，等度过这次血月再回季村。3日一闪而逝，众人各自拿出武兵，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血月兽潮。许阳看到韩首先手中空空如也，不由得询问道：“首先大哥用什么武兵啊？”“我随便。”说着，一根藤棍出现在了韩首先手中。“首先大哥，这是何等武兵？”“这是我家神树大人赐下的藤棍，堪比终极武兵。”神树？许阳一愣，图腾灵还能有这等能力？我许家村的图腾灵也是树，为何它不行呢？不行，等血月结束后得去鞭策一下它。很快，一轮血月缓缓挂上了天穹，周围兽吼声四起，不多时就形成规模冲向了许家村。而许家村这边，随着许阳一声令下，100人规模的武者纷纷杀向兽潮，双方大战一触即发。许阳断骨3练的修为，仅凭一己之力就牵制住了2头2阶后期的凶手。反观季村这边的战斗更让许阳吃惊，他们每个人都会爆发出远超自己修为的战斗。相比于许家村的惨烈，季村这边动静就小了不少。韩先德和韩先明2位脆皮2练，带着一帮气血武者在村口打赌。村外零零散散躺着10多头凶兽，一晚上冷不丁蹦出一头普通凶兽，根本轮不到韩先德2人出手就解决了。为一棵将死的枯树后，你迎来了第2次血月侵袭。谁知这次没有预想的大规模兽潮，只是偶尔蹦出几只普通凶兽袭击季村，根本轮不到韩先德2人出手，凶兽就被解决了。一整晚季村这边松弛感拉满，反观整个大荒，每一处人族聚集地都遭受了不同规模的凶兽围攻，没有人知道这些凶兽从何而来，仿佛是按照既定的规则出现的。小村子遭受的兽潮最小，凶兽最高不过3阶，大镇兽潮次之，凶兽品质最高可达4阶。至于大荒唯一的荒城也不例外，那里聚集着最强大的武者，遭遇的兽潮比所有村镇加起来还要强大，就连堪比筑体境武者的尾兽王都出现了。就在这种残酷的大战之下，却出现了诡异的一幕：大荒之地一片血色，战死的武者以及凶兽之血都会凭空消失，融入天空中那轮血月，当真令人细思极恐。看那场面，大荒之地就像是一个熔炉，而里面的所有生灵更像是待宰的羔羊。很快，时间来到了血月第3日，许阳长出一口气，脸上充满了疲惫。前2日他们已经干掉将近400多头凶兽，可这些战绩只是开胃小菜，血月最后1日才是重头戏。只见一头3阶黑虎冲入了战场，一时间周围凶兽纷纷避让，3阶威势恐怖如斯。看到这只黑虎，许阳恨得咬牙切齿。每次血月他都会出现，每次出现就会带走不少村民的生命。又是这头畜生，可惜老夫天赋有限，无法突破熬炼大金，不然老夫定要砍下这只畜生的脑袋。许阳大喊一声，脆皮境的武者全部退下，断骨境的跟我上。见此情形，韩大力和韩强对视一眼，也加入了对抗3阶黑虎的阵容。季村就属2人的修为最高，但韩大力是莽夫，敢打敢拼悍不畏死相的街头混混，而韩强则是另一个极端，他沉稳内敛，痴迷武道，是一个标准的武者。看到韩强那种闷葫芦模样，韩大力来到了许阳身旁。小姑父强子没别的要求，就是缺个婆娘，甚好我村中适龄女子20有3。此战过后，我会亲自为韩强小侄说媒。一时间，许家村武者心思涌动，其中一些未曾婚配的女武者皆是大胆地看向季村武者。在这个人人尚武的大荒之中，女子更是仰慕强者，但强者不是大白菜，遇到心仪之人，每一个女子都会主动求爱。若非血月在即，就不是眉目传情这么简单了，而是深度交流。很快，3阶黑虎就冲到了战场前线，9位断骨境一拥而上，许阳正面牵制，其余人纷纷散开，形成包围之势。但3阶凶兽实力强劲，就算是炼金一炼的武者都很难拿下他，更何况一群断骨境了。一个回合下来，众武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好在众人有青木精华的治疗，很快就恢复了伤势。就这样，双方继续鏖战整整一夜，终于撑到血月落下，兽潮退去。许阳大口喘着粗气，有种劫后余生的快感。此次兽潮有季村的帮忙，许家村伤亡数减少了不少。为了感谢季村众人，许家村毫不吝啬地烹饪了2只2阶凶兽。众人补足气血后，韩强顺利突破至断骨2炼。
而许三也成功突破至断骨3炼。季村众人休整了2日就出发了。这次队伍中除了有回娘家的韩仙月、许阳和几位许家村的武者也一同随行。可当他们靠近古林时，却被一位断骨3炼的武者拦住了去路。许阳一眼便认出了此人。首先，大哥，此人乃是桃李村的李老六。莫非季村和桃李村有仇怨？确实有，而且还不小呢。接着，韩首先简单把之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这让许阳大感惊讶。他知道季村生猛，但没想到竟然如此生猛。季村是把老夫等候多时了。听说你们村里有练精进的手段，我李某人前些日子刚刚突破至断骨3炼，今日想见识一下，不知可否？闻言，韩首先了然，原来这厮是想试探神术大人的藤枝攻击是否能在外施展。首先书怎么办？杀了！更新了超鬼神术，又更新了。韩首先眼底闪过一丝杀意，既然此人敢来堵路，那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人赎回去了。与其放虎归山，不如直接斩杀。闻言，韩大力指着李老六说道：“想见识我村练精进的手段，你还不配？”见状，李老六就猜到那诡异的藤枝不能在外释放，于是心生退意，准备回去报信。接着他掉头就跑，现在想走为时已晚。韩强嗤笑一声，一拳轰向了韩老六。韩老六仓促防御之下吃了暗亏，服用过退凡境精血的韩强虽然是断骨2炼的修为，但他的战力丝毫不差于断骨3炼。两人一时间难分伯仲，打得你来我回。见此情形，许阳也加入了战场。虽然他秉持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观点，但如今他许家村已经和季村交好，许阳的加入瞬间打破了双方的平衡。李老六被两人压着揍，许村长，你许家村莫非想与我桃李村为敌？呵呵，我夫人就是季村的人，咱们本来就是敌人，怪就怪你刚晋升就来找死。韩强小侄速战速决，只是一炷香的功夫，李老六当场殒命。许老弟多谢了。首先大哥哪里话，咱们都是一家人。解决掉李老六后，一行人再次赶路，他们前脚刚走，李老六就被凶兽分食了。经过5日的奔波，韩首先终于带着众人回到了季村。另一边，位于天王镇的一处小院中，一位老者缓缓睁开眼睛，此人名为王战，乃是王家3位炼精境强者之一，也是王明的爷爷。老四查到杀害明的凶手了吗？爹查到线索了，对方身份不明，是个生面孔。当时明儿在镇子门口抢了对方一头异阶凶兽，因此才遭遇不测的。找，给我狠狠的找，找到以后直接屠村灭种，要让他们知道在我天王镇的地盘，我王家就是天。就在二人交谈之际，桃李村这边也是热闹非凡。桃李村的村长发现李老六迟迟未归，便派人前去查看，不料发现了面目全非的李老六。得知这个消息的桃李村众人个个牙眦欲裂，村长此乃血仇不可不报，我提议全村出动，定要屠灭季村。此言一出，堂下瞬间乱作一锅粥，年轻一代更是怒火中烧，喊着要给死去的族人报仇，却被村长压下了。他看着村中后辈满脸失望，愚蠢！众人不服气，村长难道就这样灰溜溜的做人吗？你这小子天赋尚可，但脑子却不好使。臭小子，你回答我，桃李村能在大荒外围安身立命，凭的是什么？回答我！自身底蕴，底蕴只是其中之一。我桃李村当年能从大荒外围最弱的村子一跃成为如今数1数2的村落，凭借的是谨慎和机智。像你们这些没头没脑的莽夫，估计早狗带了。闻言，年轻一代还是不服气，我等早晚会死，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窝囊？见此情形，桃李村村长言语略带嘲讽道：“你们几个莫不是觉得自己天赋好，季村随手就可灭？给老夫记住，古今英豪犹如过江之鲫，可最终成长起来的不过1、2，其余人皆是仗着天赋狂傲自负，最终死于微末。你们身上肩负着我桃李村上百人的性命，望尔等日后要3思而后行，才可走得长远。”听到村长发怒，这些年轻一辈最终低下了头。老夫刚刚一番话，并不是不报仇，而是报仇需要动脑子。季村能杀得了老六，就能杀得了我和在座的所有人。若是举全村之力灭不了季村，到时候怎么办？别忘了张景霄3村的下场。所以老夫决定使出一招借刀杀人。想必季村的秘密，柳家和王家很乐意一探究竟。一番交代后，桃李村众人也明白了村长的用意，当即有人分别前往了天王镇和大柳镇。他们添油加醋的将季村描述为修行圣地，一时间有不少人动了心思。再看季村这边，韩首先众人回来后就张罗着开始了大计，同时他也邀请了韩仙月和许阳参加。许阳悄悄打量着你这棵神树，心想自己终于探查到了季村的秘密。与此同时，你也在打量着许阳。如今许阳夫妻2人身处万法领域之中，你能切身感受到两人的情绪变化。韩仙月作为季村人，对于你自然是虔诚无比，但许阳就不一样了，他情绪波动很大，看样子等会儿得震慑一下这个老头才行，免得他生出不必要的心思。为一棵将死的枯树后，你发现许阳这个老小子不实在，于是你准备找机会敲打他。随着韩首先一声令下，大计开始了。此次大计你一共获得香火值98.8，生命值26点，灵性5.6，感受到第3层法业中蕴含着天阶上品法门，最高对应喜藏境。第4层不出意外的话，怕是筑体境法门。一时间你开始期待起来，若是村中有人能成功达到筑体境的话，到时候必定将你反哺至运灵境，到那时你就能与信徒沟通了，不至于每天当个哑巴。想到这儿，你迫不及待地酝养了5片法业，并且消耗50点香火值酝养出1枚赤色道果。看到你头上的法业和道果释放出耀眼的光芒，许阳看出了你的不凡，他急忙凑到韩仙月身旁说道：“夫人，你看季村这图腾灵的果实和叶片竟然会发光，这是怎么回事？”韩仙月摇摇头，眼中闪过一丝迷茫：“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记得当年季村还在大荒中心的时候，神树大人只有手臂粗细。”许阳本来打算再问问韩首先，想了想，还是压下了心头的好奇心。就在这时，韩大力委屈巴巴地喊道：“神树大人，可怜可怜我吧！上次你赐给韩强那个臭小子1枚神果，让他战力大增，时常欺负村民。这次的神果您老人家就赐给我了，镇压韩强
强的艰巨任务就交给我是您最忠诚的狗。说着，韩大力砰砰砰的开始猛磕头。见此情形，韩强众人嘴角抽搐不已。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韩大力这个卑鄙的小子为了得到神果，竟然使出如此招式。这小子真不要脸！说着，众人也磕头如捣蒜。他们生怕你注意不到他们，一个比一个磕得响。看到这么离谱的一幕，许阳夫妇尴尬的僵在了原地。夫君别愣着，大力这孩子你别看他憨，精着呢。听到韩仙月的提醒，许阳灵光一闪，既然季村众人费尽心机磕头，恐怕这神术真能降下好处。想到这儿，许阳咬着牙也开始了磕头。只听砰的一声，整个大地都随之一颤。神术大人在上，我是季村女婿许阳，今日特意前来供奉神术大人。仙月但子时伤到了根基，希望神术大人能够将神果赐予仙月，我许某人感激不尽。下次大祭定会用凶兽感谢神术大人。这边的动静瞬间让季村众人呆愣在原地。韩大力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韩仙月，心想姑姑这是从哪儿找来的逗逼？我们给神术大人卖惨就算了，这特喵的一个外婿演个屁啊！许阳的这番操作给众人整不会了。韩仙月老脸一红，被盯着有些不好意思。杨哥差不多行了，大家都看着呢。谁知许阳非但没觉得不好意思，反而厚着脸皮说道：大家都愣着干啥？我身为季村女婿跪拜神术大人有什么问题吗？看到许阳脸不红心不跳，饶是韩大力这个显眼包也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论脸皮厚，他今天算是遇到对手了。许阳这一搅和，众人也失去了兴致，他们眼巴巴地看着你。这时许阳凑到韩守仙身旁，小声问道：首先大哥，难不成那枚神果有什么逆天效果吗？闻言，众人狂翻白眼。你不知道还猛磕头？哥们儿，你是神术大人请来的拖把？妹夫别急，待会儿你就知道了。韩守仙撇过脑袋，嘴角抽搐不已。看到闹剧结束，你也是嘴角抽搐。刚开始你以为许阳这个家伙心思沉稳，诡计多端，本打算敲打他，可没想到这老小子竟然是个乐子人。大意了没有闪，你稳了稳心神，开始了神刺。在许阳夫妻震惊的目光下，两片法叶落在了韩先德和韩先明两人眉心。首先大哥，神术大人的叶片也有特殊作用吗？不错，神术大人赐下的法叶中蕴含修行法门。修行法门？许阳懵了，你的这番操作彻底打破了许阳的认知。要知道他们许家村的图腾灵也是一棵树，是一棵一阶中境的槐树，槐花可入药，种子可提神。就算放眼整个大荒，他也没见过你这种逆天图腾灵，就连法叶中都蕴含着修仙法门。韩首先得意的笑了笑，待会儿你就知道神术大人有多逆天了。为一棵将死的枯树后，你在许阳震惊的眼神中完成了法叶神刺，而得知法叶中蕴含的全是天阶上品法门后，许阳羡慕的快要抓狂了，他不禁感叹道：真是树比树要死，村比村要散。韩首先得意的拍了拍许阳，这只是开胃小菜，重头戏在后边。闻言，许阳瞬间来了精神，树叶都这么猛，那神果还了得？只见你头顶的赤色道果金光乍现，快速没入了韩大力的眉心。完血战体，韩大力面露狂喜，感谢神术大人赏赐，我韩大力以后就是您最忠诚的信徒。随着蛮血战体本源之力入体，韩大力整个人发出痛苦的低吼。作为顶级的后天体质，蛮血战体本源之力相当霸道，只是短短一炷香的时间，韩大力的皮肤就开始皲裂，这是一个打碎重组的过程。只要韩大力坚持下去，就会脱胎换骨，整个修炼意图将畅通无阻，直达筑体境。半晌后，韩大力终于挺过了神果淬体的过程，一股强大的气息随之而来。此刻他的修为俨然突破至断骨2炼，但有了蛮血战体的加持，韩大力所散发出的气息丝毫不弱于许阳这个老牌断骨3炼。见此情形，许阳倒吸一口凉气，这小子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韩大力总算适应了蛮血战体，感受着体内澎湃的气血之力，韩大力仰天长啸，我就说神术大人不会亏待我，强子敢不敢与我一战？只听啪的一声，战什么战，还不快随老夫跪拜神术大人！这一巴掌让韩大力瞬间泄了气，众人再次虔诚地向你跪拜，而众人给你提供的灵性总值达到了11.2，这让你直接突破至1阶巅峰。此刻你的实力堪比换血境武者，刹那间众人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压迫感，神术大人也突破，众人狂喜。而一旁的许阳眼中也是闪过一丝敬畏，这种威压他只在天王镇感受过。如今季村的图腾灵也达到了大阵的标准，看来由此神术在季村会瞬间崛起，甚至会超越以往最顶峰的时候。许妹夫，今日你所见乃是我季村真正的底蕴，记住切不可外传。首先大哥放心，我许阳算是半个季村人，岂会做出那等下作之事？若是之前许阳还有些小心思，可当他看到你的实力后，彻底被征服了。对他而言，危害季村并没有半点好处，但若是与季村交好，那他许家村将受益无穷。首先大哥，我村中有好几个姑娘都倾心韩强小知己，咱们作为长辈的可以撮合一下。闻言，韩首先喜笑颜开，许妹夫，咱们两村的联姻要抓紧提上日程，这也是神术大人的意思。好说好说。大祭完后，韩首先为许阳等人烹煮了凶兽血肉，酒足饭饱后，许阳这才憋不住开口了：大力，那神果究竟有啥效果，让你直接突破？韩大力将蛮血战体告知了众人，一时间众人张大嘴巴，久久不能平静。筑体之下无瓶颈，岂不是说这小子只要按部就班的修炼，未来必将铸就武道宝体？韩首先也是倒吸一口凉气，筑体境就意味着大荒之巅的存在，就算当那荒城的主事者都不在话下。没想到我季村未来会出现这等人物。许阳眼底闪过一丝惊芒，大力敢不敢跟小姑父一战？正合我意。两人皆是释放出断骨境的气息，韩大力有这等机缘，许阳不敢拖大，一出手就全力杀伐。一个回合下来，
两人同时向后退了几步。然而让众人大跌眼镜的是，许阳这位老牌断骨三练竟然退后了10几步，而韩大力只退了3步。相比之下，高下立判。见此情形，韩强战意升腾。此刻拥有蛮血战体的韩大力感觉自己强得可怕，他咧嘴一笑：“强子，你和姑父一起干我！”韩强没有多言，瞬间加入了战斗。然而在两人的围攻之下，韩大力竟丝毫不落下风。为了测试韩大力蛮血战体的强度，韩首先掏出一滴2阶凶兽精血抛向了韩大力，大力吞服凶兽精血试试。韩大力没有丝毫犹豫，闭口吞下精血，一瞬间凶兽精血在他体内轰然炸开，快速融入到了4肢百骸。韩大力的气势再次拔高一大截，众人只觉一股堪比凶兽的凶戾之气扑面而来。小姑父强子，你们要小心了！说着，韩大力卯足劲朝着两人就是一拳。面对那骇人的气息，两人急忙举拳迎击。然而下一秒，只听咔嚓一声，一道清脆的骨裂声瞬间响起。为一棵将死的枯树后，你把蕴含蛮血战体的赤色道果神赐给了韩大力，这让韩大力瞬间突破至断骨2练。见此情形，许阳这个老牌断骨3练想测试一下韩大力的强度，没想到韩大力这小子竟然一拳把许阳的手臂干碎了。许阳震惊的大喊了一声，这拳力怕是已经破入了炼金领域了，当真恐怖如斯。而一旁的众人也是惊呆了，表情十分精彩。韩仙月一看许阳的伤势，不由得捶了韩大力一拳：“臭小子真狠啊，对你姑父也下死手。”韩大力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第一次拥有这等力量没把持住。不过小姑不必担心，姑父这伤势我季村能治。说着掏出一滴青木精华给许阳喂下，只见许阳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但他年老体衰多年积攒的暗伤却很难根治。韩仙月有些担心，大力你姑父这暗伤能治吗？就在这时，韩小山看了一眼许阳的伤势，这有啥？我这里有一粒终极养生丹，此丹出自高级炼药师传承，就算是砍掉手臂也能再生。接着当着众人的面喂给了许阳，随着丹药不断融入许阳的身体，许阳积攒多年的暗疾彻底治愈了。随后一股独属于炼金境的威压释放而出，许阳面露狂喜：“小山侄子，老头子，我欠你一个人情。还有大力，若非你那一拳，姑父估计这辈子都难以突破至炼金境，整整20年了，我许阳终于突破了。”经此一战，众人知晓了韩大力蛮血战体的强悍。在不吞服凶兽精血的情况下，韩大力可以说是同阶无敌的存在。若是吞服了凶兽精血，跨一小阶可称尊。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众人休整了一番，便踏上了前往许家村的联姻之路。5日后，众人终于穿过了古林，不曾想古林外却十分热闹。只见10几人堵在古林出口处，其中最弱的也是脆皮3练，而断骨境的武者就占了8成，断骨3练的武者更是有5位之多，甚至还有很多强者躲在暗处伺机而动。见此情形，韩强就猜到这些人估计和桃李村脱不了干系。许阳提醒道：“强子，大力准备战斗。”这些人都是天王镇和大柳镇的独行侠，行事无所顾忌，最喜欢打家劫舍。这时对面的武者认出了许阳：“许村长，你怎么也在此？莫非桃李村所言非虚？当年季村就是躲在古林那一头。”此言一出，众人眼神火热。诸位，当年季村可是有3位炼金境武者，他们手中绝对有炼金境的法门，咱们可不能让许阳这个老东西吃独食。许村长，咱们何不联手一起拿下季村？届时那炼金境的法门一起分享如何？你们是些什么东西？就凭你们也想染指季村？许阳冷笑一声，没给对方好脸色。敬酒不吃吃罚酒，兄弟们给我上！先把许阳这个老小子杀了再说。此话一出，10几道身影瞬间堵死了季村众人的退路。更新了，超鬼神术又更新了。正当韩强3人带着3阶黑虎兴高采烈地回到许家村时，却被前来寻仇的王家2人堵了个正着。双方一言不合就开干。吞下3阶黑虎精血的韩大力战力爆表，蛮血战体催动到极致，他和许阳死死地压制住了王战这位老牌炼金2练。而王强这边就惨了，仅仅10几个回合就被韩强打吐血了。就在韩强准备一棒了结他的时候，王战顶着韩大力2人的攻击，一掌拍飞了韩强的藤棍。只听咔嚓一声，王战瞬间断了几根肋骨。他怒极反笑，没想到王战竟被家雀啄了眼。许阳还有季村，你们就等着承受王家的怒火吧。说罢，王战带着王强夺命而逃。韩大力急忙追上去补了2拳，王战一口老血喷涌而出，但还是让他逃走了。看着王战2人离去的背影，许阳面色凝重。经此一役，他们算是和王家彻底撕破脸了。要不了多久，王家就会召集大批强者前来荡平许家村。不过在韩守宪的邀请下，许阳决定带着全村人前往季村避险。再看王战这边，他带着王强逃离许家村，不久后伤势爆发。陡然间，王战脸色苍白了不少。他怎么也没想到，以他炼金2练的防御，竟然挡不住韩大力的一拳。他意识到此子断不可留，要是让韩大力继续成长下去，他们天王镇也要跟着遭殃。服用掉1颗丹药后，王战暗下决心，一定要将继许2村彻底抹杀。第2天，王战召集了200多位强者倾巢而出。可当他们来到许家村的时候，许家村早已人去楼空。见此情形，王战被气得吹胡子瞪眼，特喵的跑得比兔子都快。是谁给通风报信的？给我追！此刻许阳看着普通村民全部进入古林后，他长出一口气，不料却在这时，桃李村众人带着柳家2位炼金境的强者出现在了许阳等人的视野中。他们本想趁着季村强者外出的时候直捣黄龙灭掉季村，谁知却在古林入口双方撞了个满怀。看到继许2村的武者实力这么拉垮，柳家的炼金境武者不屑地看了桃李村村长一眼：“2个断骨境，你莫不是在消遣我等？”桃李村村长急忙低头哈腰地解释道：“前辈有所不知，那2个季村小子体质特殊，能够越阶战斗，刀疤他们1炷香的时间就被灭掉了。”此话一出，柳家2位炼金境武者
不由侧目。刀疤的实力他们可是再清楚不过了，怪不得桃李村被逼成这样。想到这儿，柳家长老直接来了个坐地起价，斩杀季村二人可以，但你之前可没说过许阳已经晋升到了炼金境，一起斩杀的话价格另算。面对二人如此不要脸，李石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最终他还是以再加2成的代价妥协了。战斗一触即发，许阳找上了柳家炼金一炼的武者，而韩大力则是一个人牵制住了柳家炼金2炼的武者。至于韩强一人独占桃李村3位断骨3炼的武者，剩余的桃李村断骨境则是被许三几人拦下了。几个回合下来，韩大力压力暴增，没有了3阶凶兽精血，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服下了2阶凶兽精血。很快他就受了不小的伤，但好在有青木精华的补给，他一个断骨2炼硬生生牵制住了柳家炼金2炼。柳家炼金2炼越打越心惊，当他看到桃李村的武者死的只剩村长李石还在苦苦支撑时，他慌了。废物桃李村连个断骨2炼都拿不下，你们活该被灭村。李石听到这话，脸色露出一抹怨毒。他付出巨大的代价请来2人，本以为会清除大敌，不曾想最后却葬送了村中仅有的断骨境战力。此刻他心中那个恨啊，他恨自己也恨柳家。他不顾一切的破口大骂：柳二虎我爱你。二虎我爱你。李石骂得贼脏，接着他竟然直接反水冲向柳家的炼金一炼。见此情形，许阳大喜过望，而柳家炼金一炼则是气炸了。李石你敢！你们柳家这群贪得无厌的狗东西，老夫忍你们很久了，今儿个就算是死，老夫也认了。老夫会在下边等你们。说着，李石不要命的充当起了成伤肉盾，在3人的合力围攻下，柳家炼金一炼瞬间落入了下风。不过老牌炼金强者实力恐怖如斯，他硬抗着许阳2人的猛攻，硬生生砍翻了李石。李石当场殒命，但他也受了不小的伤。2人见大势已去，心生退意。柳二虎大刀一挥，瞬间击退了韩大力。小子期待下次见面。随后2人迅速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中。看着2人离去的背影，韩大力的笑容越发浓郁。下次见面就让你们有来无回，你这颗脑袋老子预定了。呢喃中，韩大力眼前一黑，昏死了过去。韩强上前查看后发现，韩大力只是蛮血战体带来的后遗症发作。许阳见韩大力并无大碍，他急忙催促道：“咱们快走，免得他们召集人手杀个回马枪。”闻言，众人迅速窜入了古林，只是一炷香的时间，柳二虎就带着大批强者返回来了。看着空空如也的古林入口，柳二虎不禁叹息道：“完犊子了，放走那小子，咱们大柳镇恐怕再无安宁之日。”恰在这时，王战也带着众武者冲了过来，看到桃李村众人的尸体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王战眉头紧皱：“二虎兄，难不成这是桃李村的图腾灵达到1阶上境？你们这是收菜了？”柳二虎摇摇头：“桃李村的人并不是我杀的，而是季许二村干的。”闻言，王战有些惊讶：“你们没拦住？”“没有。不仅如此，老三还受伤了。季村这么强吗？”2人一番交谈后，2个互为对手的大阵竟然罕见的联合在了一起。既然如此，那就等此轮血月结束后，咱们一同前往季村，将危险彻底抹杀。随后，柳家众人迅速来到桃李村，摘走了他们的图腾灵，而剩下的桃李村村民还有些利用价值，于是柳二虎让其入驻柳家镇，至此桃李村彻底覆灭。5日后，距离血月还剩2日，韩强等人终于回到了季村，稍作调养后，许阳交出了许家村全部家当，让韩守先统一分配。至此，季许二村彻底绑在了一起。一番分配后，韩守先张罗着开启了大计。这次大计，许阳说什么也要带着许三几人参加，哪怕是获取1片法叶，他们也是赚到了。看着你的本体，许三小声说道：“阿爹，这就是你说的季村神术？他能有您说的那么玄乎吗？你给老子闭嘴！难道你阿娘也在骗你不成？你们几个听好了，多看少说话，该磕头的时候猛磕头就对了，免得触怒神术大人。”在众人的跪拜中，你惊喜地发现许阳几人也能为你提供香火之力。你意识到河村之事迫在眉睫，只是河村之后许家村那株小槐树怎么处理呢？就在你纠结的时候，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1阶中境槐树可炼化成为分身，是否花费20点生命值炼化？接着槐树分身的进化面板就出现在你面前。见状，你喜上眉梢，没想到槐树竟然能够进化成为槐荫树，而且这具分身的能力竟然能够自成轮回，可以让死后的冥体重生。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炼化。只见几根藤枝迅速窜出，冲向许家村的临时住所，藤枝直接缠绕住了许家村的图腾灵。见此情形，许家村的村民急忙把槐树的异变汇报给了许阳。闻言，许阳脸色大变。要知道，图腾灵是每个村子赖以生存的根本，失去图腾灵就意味着无法重建村子。然而，当许阳急冲冲地赶到现场时，许家村的图腾灵已经被你抹去了灵性，一道道晦涩的纹路出现在了许家村的图腾灵上。不仅如此，槐树瞬间突破至1阶上境，许阳大为震惊：“槐树大人，这是换皮肤了！”这凶兽明明已经死了1个多月了，但他的灵魂却徘徊在这棵槐树下，久久不散。只因这棵槐树被你炼化成了分身槐荫树，槐荫树可自成轮回，能将死后的冥体重生，甚至可以控制他们作战。看着自家图腾灵身上散发着1阶上境的气息，许阳脸上露出一抹狂喜。这是季村神树大人帮助咱们槐树大人突破，咱们应该好好谢谢季村。接着，众人继续回到你身边进行大计仪式。此次大计虽然让你各项指标突飞猛进，但消耗也是十分巨大的，尤其是刚刚夺舍了许家村的图腾灵就消耗了1大半。现如今你也不敢肆意挥霍。经过一番思想
想斗争后，你将真龙换血术神赐给了韩强、韩大力，把蟒象炼金术赐给了许阳。见此情形，季村众人一脸懵，有不少人开始质疑：首先，书神术大人凭什么神赐一个外人？闭嘴！神术大人的规矩就是规矩。其实韩首先早就猜测你有河村的意思，如今神赐一个外婿，显然让他猜对了。此刻许阳高兴的都快飞起来了，他对着你就是一顿猛磕，感谢神术大人。等此轮血月结束后，我许阳会亲自猎杀3阶凶兽供奉神术大人。大忌后，韩首先开门见山的找许阳谈了河村之事。许阳得到你的神赐后，对于河村之事十分赞成，但许家村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于是两人一番商议后，决定先回去做思想工作，等血月结束后再做决定。韩首先召集了季村众人，说出了河村的想法。河村之事我不反对，张王村能有2个姓咱们季村也可以，不错，仙月姑姑就是咱们季村人，河村之事我也没意见。许家村并入季村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武者暴增，做大做强，坏处是一村2星难免会有离心之事。此话一出，韩首先摆了摆手，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另一边，你将心神切换到了怀阴树身上，准备试试分身的神通。你试着用出了神通6道轮回，不料却发现季村周围全是凶兽魂体，其中赫然有之前斩杀的黑焰双头狼。你不禁感叹道：不愧是王兽，就连魂体都比其他凶兽凝实。就在这时，你的心头出现了一行行信息：是否花费2点生命值将黑焰双头狼强化成鬼兵？是否花费1点生命值将剑虎强化成鬼族？迅速吸收了这些信息后，你得知魂体可以通过6道轮回进行强化，强化后的魂体可以替你作战。魂体等级分为鬼族、鬼兵、鬼将等等，这些魂体身前实力越强，强化所消耗的生命值就越高。若是在怀阴树的九幽冥域中战斗，这些魂体的战力翻倍。魂体以魂力杀敌，哪怕是最低等级的鬼族实力都堪比炼金境。至于鬼兵的危险程度和幻血境的武者差不多，姑且算作伪幻血。这下牛掰了，你激动地选择了强化魂体，下一秒一道道光芒将所有凶兽魂体包裹其中。由于生命值有限，你只选了3个最为强大的魂体进去强化，其他凶兽魂体全部被幽光碾碎，形成了9粒怀子。一时间怀阴树幽光大盛，树枝上长出了3朵青黑色的槐花，细看之下颇为瘆人，花蕊清冽獠牙，呈现出一张狰狞的兽脸。这些凶兽刚刚战死，就被空中的血月吸干了血气和魂体，而这样的日子每月都会出现一次，好似有双无形的大手在背后推动，谁也不清楚这轮血月究竟来自何方。此刻季雪2村已经整整鏖战了3日之久，所有人都有点吃不消了。饶是拥有强大战力的黑焰双头狼也变得虚弱不堪，最终在4阶石铁兽的猛攻下，黑焰双头狼化作一道红光回到了你身旁。你有些肉疼的花费了2点生命值重新驯养了黑焰双头狼，只见一朵槐花再次出现在你的枝头，看着自己仅剩5点的生命值，阵阵虚弱感传来。天杀的，等血月结束必须让这些家伙猎杀凶兽，不然下一个血月这个村子得散。拼了！下一秒4根藤枝狠狠抽打在了石铁兽身上，受伤不小的石铁兽已是强弩之末，在你全力一击下瞬间失去了生机。解决完石铁兽后，你将藤枝攻向了其他凶兽，10万斤的力道犹如死神的镰刀一扫一大片。见此情形，许家村武者缓缓从震撼中反应过来，季村神术既然有如此伟力，为何现在才出手，让咱们白白战死这么多人？此话一出，瞬间引起了不小的躁动。一时间，许家村数十武者分成2部分，一部分大声嚷嚷愤不平，一部分则是沉默不语。受潮解决了，但更大的问题出现了。不错，咱们拼死拼活为守护季村死了10几个兄弟姐妹，反倒季村却一个人都没有战死，咱们被逼得离开大荒中心，沦落到如今寄人篱下的地步，也因为季村。我知道为什么，季村想吞并咱们。依我看，此次受潮季村拿咱们当炮灰，就是想趁机削弱咱们许家村。听到这话，许阳脸一阵红一阵白。前几日他曾做过许家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今日居然发生这等事。韩守先等人的脸色也是瞬间阴沉下来。许老弟，连累你许家村搬迁是我季村的问题，到时候我们会补偿的。至于说你许家村死伤的那10几位武者，他们是为守护我季村而死，可他们守护的也是你们许家村。我季村武者未曾战死，那是因为我等同阶无敌。还有神术大人为何现在才出手，那是因为他想磨练我等，不经历血战焉能成长？废物可没有在大荒生存的权利。韩守先的声音铿锵有力，没有丝毫遮掩，传入许家村每一个武者耳中。韩村长，我许家村槐树大人从血月降临起就已经出手，而你们村的神术却当缩头乌龟，你们季村好有心机啊！闻言，韩守先冷笑一声，你许家村图腾槐树能有如此伟力，是因为我家神术大人的帮助才突破的，不然的话，你家槐树恐怕坚持到血月结束都是个问题。韩守先死死盯着那人，若非对许阳一部分人的感官还不错，他早就让韩强出手拍死那人。3日血月，许家村虽然武者众多，但双方斩杀的凶兽却是没有差别，双方能出现这种纠葛，归其原因就是因为许三帮韩大力砍死了王明。如今想来，韩大力也有些后悔。听着韩守先字字珠玑，许阳面露惭愧。首先大哥，此事交给我处理。言罢，许阳目光复杂的看向自家村民，凡事得讲个良心。战前韩村长给了咱们不少青木精华和武兵，青木精华的效果老夫不用多说吧，还有咱们的图腾槐树也是季村神术帮助晋升的，大家也忘了吗？至于槐树大人驱使兽魂的能力是来到季村才出现的，这种变化得益于谁？不用老夫多言，大家都心知肚明吧。此话一出，不少人低下头，可还有人面露不服。村长，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不该有合村的念头，你想在季村屈尊做小，但你有没有问过我们想不想？许阳默然点点头，既然如此，那今日便把话说清楚。老夫想合村原因有3，其一，季村图腾神术伟力莫测，若我等供奉神术，将来绝不止于此。
其二，季村强大，村民安全无虞，子孙后辈也能绵延。其三，老夫为许家村兢兢业业数十年，往后老夫想为自己而活，冲击武道之巅。说到这，许阳的目光坚定起来。从现在起，想随老夫加入季村的来老夫身后，不想加入季村，老夫承诺让诸位安然离开古林。话音落下，许家村在场数十位武者面面相觑，很快就有人做出选择。刚刚那些叫嚷的全都选择离开，拢共23人，其中10几位普通武者，5位脆皮境，2位断骨境，其中1位还是断骨三练，就是刚刚质问许阳的那人。此人也是许家村为数不多的断骨境之一，前些时日才晋升到断骨三练，在许家村也就比许阳和许三地位低。见此情形，许阳眼中一抹悲哀，一闪而逝，但很快便恢复正常。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何况一个数百人的村子，意见不合很正常。一番扯皮，血月已过，新的1月开始，许阳站在季村门口，望着消失在古灵通道的100多人，眼角滑落一滴泪珠。从此分道扬镳，恐再无相见之日。另一边，首先叔这些家伙可是知晓咱们村子不少秘密，要不要？韩大力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当初将张王村村民放走，便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麻烦。许家村离开的这一部分村民知道的比张王村还要多。还是那句话，保守秘密的只有2种人，做不了自己人，那就做死人。大荒中摸爬滚打近100年，韩首先岂是那种优柔寡断之辈？做干净点，别让你小姑和小姑父一家难看。明白？韩大力点点头，与韩强2人趁着天黑离开村子。与此同时，槐荫树上3朵槐花也已经刮树地落，黑焰双头狼3头鬼兵再次出现。你们的心意本神树大人领了，但这个坏人还是让本神树大人来做吧。话音落下，3头鬼兵迅速冲出季村，朝着古林深处狂奔而去。为一棵神树后，已帮助季雪2村扛过了第3次血月清洗。可没想到许家村的人怀疑季村拿他们当炮灰，竟然对季村产生了敌意。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最终许家村100多人选择了离开。然而他们知道的秘密太多，韩首先派出韩大力2人准备抹杀这些人。为了不让韩首先等人难堪，已偷偷派出了3只兽魂前往阻击。在黑焰双头狼强大的战力下，仅仅1炷香的功夫，许家村选择离开的人就被斩杀殆尽。当韩大力2人赶到的时候，只剩满地的残骸和燃烧的黑火。见此情形，韩大力一脸懵：强子，你看这黑火是不是黑焰双头狼的？难不成这是许家村的图腾槐树在清理门户了？我看未必，许家村槐树的能力都是神树大人给予的，有没有可能是神树大人做的？不管怎样，以后可不能叫槐树，要叫槐树大人。2人一直等到骸骨彻底燃烧殆尽，才返回了村子。然而刚到村口，就发现许阳的身影。小姑父，韩大力眼神有些躲闪。大力他们都死了吗？韩大力点点头，都死了，但不是我们干的，是血月出现的3头兽魂做的。等到我们2个赶到的时候，那些人已经全军覆没了。闻言，许阳有些意外，他早就猜到了那些人的下场。可没想到，居然是自家的图腾槐树在清理门户。一时间，许阳心头很不是滋味。不过在韩大力的开导下，许阳缓了缓心神，眼神坚定。接着他找到了韩首先，拜见村长，许老弟委屈你了。没事的，虽然我许家村分裂走了100多村民，但现在还剩200多人。既然合村，就以季村为首吧。我苦苦经营许家村这么多年，早已厌倦，如今能放下担子一心修炼，我许阳求之不得。韩首先拍了拍许阳的肩膀，许老弟还是叫我大哥吧，叫村长老哥我浑身不舒服。2人相视一笑。第2天，韩首先和许阳组织众人开启了合村大会。韩首先吹着牛画着饼，3言2语就将许家村的村民安抚了下来。经过他的一番统计，季村98人，许家村282人，加起来拢共380人，其中季村武者31人，许家村武者41人，一共72位武者。韩首先将这些人分成3个护卫队，每个护卫队24人，队长由许阳、韩大力、韩强担任，3个护卫队各司其职。以后大荒再无许家村，只有季村。不管怎么说，生存之后就是生活。血月刚过，老夫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下次小祭至少要有1头3阶凶兽。而等猎取的凶兽，不仅关乎大家修为，还关乎下次小祭能不能得到神树大人赐下修炼法门。我想大家也不愿看到下次小祭还一无所获吧。此话一出，3个护卫队长对视一眼，皆是战意升腾。大会结束后，韩首先再次来到你身旁。神树大人大力这小子血月之前招惹了大柳镇和大王镇，这2个镇子皆有换血境强者坐镇，镇中还有数位炼金境族老。如今血月已过，首先担心这2个镇子会突然发难，还请您赐下神通暗中庇护这些小崽子，等大力他们归来，到时候6成血肉供奉于神树大人。说罢，韩首先默默感受着周围的变化。果不其然，10几个呼吸间，3道阴冷气息一闪而逝。韩首先了然于心，看来槐树和神树大人有着莫大的关系。与此同时，大荒之外，一股强大的气息冲天而起，禀告3长老，3月之内我宗向绝灵之地投放伪蛮兽各1头，其中有2头魂牌熄灭。推算之下，绝灵之地出现了一株不错的大药。陡然间，整个洞天空气一震，一道毫无感情的声音出现：后天体还是无垢体？应该是后天宝体。若是柱体境，绝无可能猎杀2头低阶伪蛮兽，甚好派人去将大药取回。此话一出，一道柱体境的气息划过洞天，饶是这样一尊能在大荒称王称霸的存在，却在这片洞天中属于末流。大荒之外，强者比比皆是，一呼一吸间竟能引动洞天变幻，简直恐怖如斯。为一棵神树后，已成功收编了许家村众人，季村实力再上一个台阶，而那些反对者全部被黑焰双头狼扼杀在了大荒古林中。然而经过此轮血月的洗礼，你需要更多凶兽来休养生息，于是你派出3个小队前往大荒中心猎杀凶兽。为了保险起见，你派出3只兽魂悄悄尾随。另一边，天王镇和大柳镇集结了大批高手，准备穿越古林扫平季村。经过几日的奔波，双方人马在大荒古林中碰了个正着。王战脸上的错愕逐渐变为惊喜，他本以为寻到季村后要经过一番恶战，没想到在此撞上了，而且季村还是之前那点
点人马。韩强等人也是颇为意外，他们也没想到2个大阵居然能追到此地。不过他们并没有多少慌乱，因为他们隐隐感觉到了黑焰双头狼的存在。韩大力出言嘲讽道：“王家老狗，你该庆幸在此遇到你韩大爷，若是追到我村，你这条老狗恐怕要变死狗了。”伶牙俐齿的小子，口气这么大也不怕闪了舌头。老狗不是小爷我看不起你，今天来了就不要走了。4位炼金境，67位断骨境，这怕是你们2家的一半底蕴了吧？你说要是江儿等都埋在此地当古墓的肥料，王老狗你心疼吗？韩大力一口一个老狗叫着，听得王战脸色黢黑，身后王刘2家的武者纷纷狂憋着笑容。多少年来，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自家族老在一个小辈手中吃饼。小子，死到临头还要逞口舌之力，给老夫死！王战恼羞成怒，朝着韩大力就冲了过去。见此情形，柳二虎等人也是齐齐出手。4位炼金境，60多位断骨境一同鼓动气血，让原本死寂冰冷的骨灵瞬间变得灼热几分。然而让王战几人意外的是，季村众人非但没有动作，反而露出一抹嘲讽。王战和柳二虎心头咯噔一声，下一秒他们身后传来阵阵惨叫，2人齐齐转身，却发现诡异的一幕，在队伍最后有几具黑炭一般的身体，其身上还燃烧着黑色的火焰。小子，你究竟用了什么手段？几人如临大敌，脸色难看。短短几个呼吸间，王刘2家就战死了10多位武者，可他们居然寻不到出手之人的踪迹，何其诡异！看到这一幕，韩大力笑得跟朵菊花一样灿烂。王老狗，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我季村没找你们的麻烦，不成想你们2家这么着急的去投胎。既然如此，我季村就成全你们。韩大力的笑容让王柳2家的武者不寒而栗，不见其敌，这还怎么玩？王战和柳二虎对视一眼，兄弟们给我撤！说罢，几人身形暴退。韩大力摇摇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当这里是你家啊？既然来了，那便留下吧。求神树大人出手相助，将王柳2家埋葬于此。此话一出，原本后退的王刘2家炼金境的武者一时间汗毛炸起，他们感受到一股极致的寒意挡在他们面前。情急之下，王战奋力向前砍了一刀，霸道的刀气如同弥牛入海，消失不见。只见一道虚影凭空出现，那虚影身上燃烧着黑色的火焰，周围的空气顿时一凝。王战心中大骇：我了个骚刚，兽魂，这是换血境的气息。